在5年级的阶段啊，其实都是比较针对基本动作的部分。那因为他们刚接触，那后面可能会比较强烈的去要求他们要自律，就是自我要求。当教练下达指令之后，动作可能要再自己加强一下。因为体育老师问我是要不要进入排球社，后来我进入排球社后，觉得排球很有趣。因为之前在班上上体育课的时候，然后可能在班里打得比较好，所以老师就问我要不要继续社团。因为当初学长姐在司令台上颁奖，我觉得很厉害，我也想来试看看。因为我爸爸是国手，然后我也很喜欢排球这项运动。放假会约同学出来练习不足的地方，会约同学出来打球，也会自己在家里增加自己的基本动作，做低手对空。会下课来和同学来训练，平常训练中有点不太熟或者是卡卡的动作。平常会跟同学下课的时候配合举球攻击，来培养默契。希望攻击可以敢打一点，然后不要害怕失误，发球可以稳定一点。我希望在中华杯之前可以把自己的发球练得更稳，然后强度也可以再加强，然后接球也要接得稳一点，可以帮助同学更多。希望不要再像之前的永信杯一样什么都不敢打，希望这次能发挥出平常的水准。我想要打赢所有的敌人，然后成为冠军。期许他们在中华杯的比赛时可以拿到好的成绩，那场上的表现也能够没有压力，尽情的去发挥。以目前的训练状况来说，第一个就是会让他们自己去接球，然后自己接出来球后跟举拳做搭配，然后去培养他们的默契。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以队形的搭配为主，跟孩子们进行对抗，也会找外面的国中生或毕业生回来跟他们进行友谊赛，这样。然后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会针对个人能力的提升。会面临球接不到位，或者是会一直接分，想不到自己的失误是为什么，然后就会做的调整就是不要去想上一颗的失误，因为想了分数也不会变成我们的，所以要在下一颗赶快调整回来。在比赛的时候，如果失误的话，不要去想上一颗怎么失误的，好好面对下一颗过来的球。我们都不用再去想前面失误的球，因为去想的话，前面下一颗球又来了，你又接不好，又会再继续想，想到最后分数翻过去，你的比赛那场比赛就输了。我会在放假或者是下课的时候跟同学一起约出来打球，然后去做一些平常练习没办法做的一些攻击，然后培养我们的默契。在练习比赛的时候，跟队友鼓励沟通，来培养默契。接球的人接起来后，会喊举球员的名字，或是叫举球员，让举球员知道第二颗球是他的。能把自己平常的实力发挥出来就好。把训练发挥的水准发挥出来，然后跟队友打进4强拿到冠军。在我们6年级男排，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拿到全国冠军。中华杯对国小的学生来说是排球的最高殿堂，那也希望他们在这一次比赛能够挺进4强，目标指向冠军。第53届全国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热血之战，大成国小加油！中华杯我们来了！
好的，113年全国第53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呢，5月2号到5号呢，在我们素有这个国境之南排球之乡，也是排球运动的发源地，非常蓬勃发展的屏东县来举办哦。我是主播黄宏清，那今天呢邀请到来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球赛的球评呢，哇，应该是非常多少女的粉丝哦。这个来自屏东台电男排的球评李嘉轩，嘉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电男排自由学员李嘉轩。是，好，那嘉轩哦，那今天邀请到嘉轩一起来跟我们欣赏这场球赛哦。那其实在球赛开始之前哦，还是跟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来问声好哦。那中华杯呢，其实是国小的最高殿堂的一个赛事哦。那为什么叫最高殿堂？因为其实在中华杯之前哦，从每一个学年度的9月份开始，我们历经了非常多的一个杯赛，包含说永信杯哦，在台南的华中杯，还有在高雄的和家杯，以及刚刚在今年刚办完结束第1届的理事长杯在花莲举办了。那这4大杯赛的积分的前15名，你才有资格来到中华杯的这个赛场上面哦。所以其实我们常常盛行一句话，就是国小的排球界里面呢，你能够参加到中华杯，就是已经是一个无上的一个荣耀哦。嘉轩有没有过参加过中华杯的经验？中华杯是没有，因为其实国小打得真的不太好。哦，是。所以哦，其实国小呢，就算有很多的是未来的这个明日之星，但是如果说你的积分，因为这个积分真的是很残酷啊，真的，你没有办法到前15名，真的就没有办法拿到中华杯的门票。对。哦，所以来参加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哦。好，那嘉轩继续聊一下你国小，你觉得国小这个阶段呢，小朋友们应该要最注意的环节是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无非就是基本动作，是对，像高手、低手，然后发球。那在小学这个阶段，只要把这些都基础打好，那其实在赛场上其实不用怕任何的失误或者是一些临场的心态的压力。是。那基层的教练我们都知道非常辛苦，对。那国小的教练呢，也是都非常担负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学龄的这个小孩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从无到有，他完全不会打排球。那所以基层的教练，我们是说真的是最辛苦的教练。那你觉得教练的部分需要带给小孩子的这个技术，应该要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来着手？我觉得还是观念吧。我觉得最主要是观念，因为他第一个要教怎么轮转，然后他的站位是比如说1号位、2号位，这种就从基本开始教。那你当然是第一个要是先从观念开始教起，然后再慢慢再由技术方面再去慢慢教学这样。是，所以主要是先教一些基本的观念，对，包含在强化所谓的基本动作。对。OK， 好，那今天呢带来第一场的赛事呢，是由台北市的五常国小来面对到新北市的莺歌国小。那在这一场赛事开始之前呢，其实前2天我们就已经陆陆续续有这个打了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赛事，所以这2支球队应该是说能够存活到今天的球队，就代表你已经有晋级到所谓的前8强。好，那以这样子的一个分组来说，今天的第一场球赛呢都是分组1，会对到分组2的球队。那以这场赛事来说呢，新北市的这个莺歌国小他们是分组1。那五常国小是分组2。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场的赛事首先在莺歌国小这边接发球到位，但是这个球举球员跟攻击手并没有搭配好，所以先以一个失误来做开场。哇！五常国小又趁着莺歌好像还没有在完全进入到比赛状况的时候，用一个精彩的双人拦网来得分刚开赛就取得2-0的领先。那嘉轩在国小的比赛，你认为这个士气我们来说，教练常说你要喊声，士气是不是非常的重要？一定是非常重要，因为像目前这样莺歌国小比较处于落后的方面，那他们就要带动一点声音上的士气来提振他们的现在比较连续失误的状况。是。好，这个球五常国小防守起来，打一个后排攻击。结果这个球是不小心攻击手发生了失误。那莺歌国小呢也拿到这场比赛的第一分。那接下来就是看莺歌国小的发球方面是要做哪一个
发给哪一个位置的选手这样。就是发球的时候要做一些设定。对对对。好，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攻击过网哦。那英歌国小再得1分。那继续由这个7号的这个球员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发到教练的地方去啊！可能手腕有一点转掉了，所以偏到最直线教练那边的地方。那刚刚嘉轩其实有提到国小这个阶段就是学观念，然后还有强化你的基本动作。那我们看到小朋友呢，因为基础的这个肌力还没有到很成熟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在不管说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动作要发力的时候，其实身体都会做比较过多的一个扭动，因为为了要出更大的力量，那这样往往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失误对，或者说在方向上面会有偏差。哇，这个球武藏国小想要打一个 A 式快攻哦，结果举的球有点太高了，攻击手没有办法掌握。那这2支学校呢，在我刚刚说到了积分前15名。那其实英歌国小呢，在这场比赛前，他们在整个中华杯的积分上面是全国排名第2的哈，是以积分第2来晋级到中华杯。那台北市的武藏国小呢，是积分第13来到了中华杯的一个殿堂。好，接发球起来，交给4号位的攻击手。还有。双方争缠的非常的激烈哦，最后是英歌国小这边哦，这个拦网球员下来的时候自己发生了一个失误。哇，反而这一段期间哦，这个英歌国小虽然是分组1的球队，但是他们感觉好像还没有完全到进入到比赛的这个节奏。对，因为可能一开始落后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压力在哦。对，那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常说的，每天打第1场球赛就是会可能比较慢热，会不会？嘉轩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通常来说都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因为身体还没热。是，所以你也不太喜欢打第1场球赛。太早了。而且这场球赛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一个8强。对。好，那所以这场球赛赢了就可以再继续往更高的一个名次来做挺进。对。哇，这个好球哦！是，哇，这个球哦。面对2个拦网，还可以找出一个直线的这个路线来做进攻。最后手腕又有做一个直线的撇一下，哇，这个蛮漂亮的。是。又是一记强劲的 S 球，直接发球得分。感觉状况有点慢慢的回来了。是。哇，刚发球直接得分的是队长黄巧云。身高有163公分了，比我国小的时候还高啊！我国小可能才153了。通常这个不用自己讲，没关系。这个球想要打一个长线哦，结果力道没有控制好，是攻击出界了。这时候英歌国小呢也慢慢的把分数给追上来，目前落后1分，比数是6比7。这时候武藏国小又发了一记 S 球，8比6，目前领先的还是台北市的武藏国小。这颗球也是手腕多撇了一点，所以才会往界外的地方跑。其实有时候国小的接发球本身比较不稳定那有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这个修正球的情况出现。那我们都知道，在排球场上，对攻击手来说，修正球是最不好打的。对，因为他必须要很稳定的把球送过去。那有时候你的手腕的包覆啦，或者是说你的力道等等的，这些都会关乎到说你的球有没有打进。对，而且最主要还有一个空间感的问题。你如果空间很大的话，那你还要去抓那个时间。是。好，现在是我们英歌国小的这个丁柔安教练喊了第1次的暂停，赶快跟小朋友们稍微叮咛一下因为毕竟在第1局的比赛，虽然球队的状态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但是还是要交代小朋友要稳住。对。其实现场也有很多那个家长来加油
哇，这个直线就打得很好。好，英哥第2次的机会，好球，哇，这一气呵成。我们刚看到英哥国小这个球里面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举球员也是用跳跃举球的方式哦，对，而且是送到2号位哦，这个在国小的技术上面已经是算是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动作。对对对。这边打一个后排也是很好，哇，硬塞，在3号位这边哦，打了一个斜线的攻击，比数8比9，现在是由英歌国小来发球，领先的还是五常国小哦，都持续保持领先了。哇，这个发的球很强劲哦。好，感觉英歌国小慢慢掌握住了比赛的节奏，连续的得分哦，那现在也成功的把比数给扳平。那继续由英歌国小的6号方轩琴来发球。哇，这个球力道太大了一点。那我们国小呢，因为要让所有的这个小选手们哦，未来可以更全面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国小的排球里面呢，并没有设置所谓的自由球员。哦，那我们都鼓励说，其实小朋友们他可以往多方面的不同的位置哦，来做尝试，然后也来做训练。那目的也是发掘到更多的这个明日之星哦。对。哇，这个球来不及了，就打一个 touch out。是。那我们从这场球赛来看，以两队的这个身高条件来说，新北市英歌国小平均的身高是比较高的哦。那阵中有好几位的球员都超过了160公分以上。哦，对。接发球起来，还是交给2号位。啊，这个球后排攻击又没有掌握住，又是一次攻击的失误啊！其实这样看起来，五常国小的主力球员应该是3号的主力球员，是因为通常举球员都会把球举给主力，那他已经在后排连续打了3颗。对，这代表说他可能在大家都还很混乱的情况下，是交给最稳定的攻击手。啊，这个球没有注意啊！国小很常就会发生像这样的一个互相提醒，哦，所谓这个踏靶的这个动作。对。又是一记强劲的 S 球，五常国小再得1分，目前14比12领先。这时候还有双方还是激烈的缠斗。哇，这个球攻击出界了，这个球可能太早跳了，太早跳了。所以有时候在因为你是初学者的情况之下，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哦，所以有时候在起跳的时间上面也要特别多加注意。五常国小的7号打了一记非常漂亮的攻击哦。攻击得分的是刚刚是7号的王家珍。
感觉刚刚的喊了第一次的暂停之后，莺歌国小有稍微的回稳，但是现在又让五常国小把分数给拉开。你觉得嘉轩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莺歌国小这边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一开始还是接发球，对，因为刚刚在五常国小的球员其实发球都还蛮强劲的，那这样就造成莺歌国小只能打修正球，是。那刚刚修正球又有几颗就是手腕撇了一点奥赛的话，这样就比较难把分数再往上追这样。所以发球这个环节在国小来说还是很重要，真的蛮重要的。哇，又打了一个漂亮的 touch out。虽然五常国小呢是在前2天的赛事以分组2来晋级，但是现在目前打起来哦，有一点点像这个分组1的种子队的这个感觉跟气势了。好，那这时候也迫使新北的莺歌国小再次喊出暂停。好，那嘉轩，你觉得在这一波的暂停里面，莺歌国小的丁柔安教练大概会跟莺歌国小这一群小朋友们交代哪一些环节？我觉得应该也是先跟他们讲说先接球吧，是。那可能比较难接的球，可能就先挡高。哦，是。哇，像这个球，哇，对。但是你有挡高就有机会嘛，就不会直接造成 S。对。我们很常听到国小的教练面对到对方的这种强力发球的时候，一直发出 S。那教练都会提醒说，我们先把球挡高。对。好，这个球是五常国小这边的失误了哦。那莺歌国小再追回1分，目前16-18，还是有2分的落后。这个球没有接好，哇！五常国小这边有点亏啊，因为已经有好几次哦，莺歌国小自己力道没有掌控好，其实是不管说是送大包球，或是送一个呛死球过去，有2次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哦，所以这个时候被连续追分的情况之下呢，台北市五常国小赶快喊出暂停。我们刚刚嘉轩也看到了哦，其实现场来的都非常多的家长哦，那很多都是来自各县市，特别是这2支学校都离屏东是非常远的一个县市哦，那还能够来到现场，来到这么多的一个家长，可见哦，大家很多家长们对于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小孩或是所属的球队都是非常非常支持，而也非常非常关心的。那当然，嘉轩在企业联赛的赛场应该已经很习惯了这么多观众的这种气氛下打球，对不对？对，这种气氛其实还蛮享受的。是。那你觉得小朋友们看到这么多的家长，通常哦，我之前也了解过，有一些小朋友好像是不太喜欢自己的家人来看比赛，因为好像害羞，对，害羞有压力。是。您自己本身会这样吗？我小时候可能也是会会这样，不喜欢爸妈都要偷偷躲在哪个角落这样看球，这样偷看这样。好，我们回到比赛哦。来，这个五常国小接发球起来，莺歌国小的呛死球机会，哇，那比数也被莺歌国小扳平了。这时候又靠了一记 touch out 的攻击，帮助台北市五常国小再要回1分的领先。这边也是一个强劲的 touch out， 莺歌国小背号2号陈真。
身高有157公分。现在就是看谁能先破坏对方的接发球。是。哇！但是出现这种失误，您怎么看？就是说，可能教练有下达一些发球加压，但是往往就会伴随着比较高的一个失误率。对，那就是看临场的表现嘛。是，对。哇，这个打得好。又是2号的陈真，这一次换到3号位哦。那自己呢，本身也有观察到篮网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隙。哇！直接从中间给它贯穿进去，哇！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蛮打力的。是。这边发球持续来做加压。哇！这个球是应该是英歌国小这边拦网的时候触网。哇！比赛到了后半段哦，双方的差距只有1分哦。这一局谁要获胜，真的还不知道。修正球。哇，这个球就是经验了哦，就是在送一个简单要送过去的球，有时候往往球员呢会有一点紧张哦，那错失了整个方向感。那这个球是最基本的一个球，那但是竟然会发生了一个失误。好，这个时候台北市五常国小也喊出了第2次的暂停。这是刚刚陈真打的这个3号位的攻击哦，打得非常漂亮，看手看得很准啊。是，这个球嘉轩如果在后排的防守来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必须要先去锁定？如果你看到前面的拦网中间有中洞或是那种空隙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再守在刚好那个中洞的路线上面？对，我们就要先补中洞那个位置。对，所以拦网跟后排的防守，其实彼此之间要做很多的沟通跟联系。对。好，再回到比赛，哇，是强劲的发球，直接得分。那分数也来到23-21哦。那新北英歌国小后来居上，只要在2分就可以收下这一局的胜利。发球的是这一段时间非常火烫的陈真。球防守起来，哇，又是交给后排的球员，是，哇，果然哦，这个球只要一接起来，我们看到五常国小这边马上就送给队长哦，8号的林宇轩。双方23-23平手。哦，这个在国小里面是比较难得看到的一个动作。对，先做一个举球的假动作，那用左手把球拨过去哦，这也是一个高级动作。以小学生来讲，哇，刚刚好不容易拿到局末点的五常国小又一记发球的失误，现在双方呢在我们中华杯转播赛事的第一局就要打到 deuce 啊。哇，漂亮的双人拦网！所以在比赛的后半段，看像英歌国小这样子有身材优势的，其实就是他们能够去掌握住比赛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关键点。对，这是他们的优势，在往前的优势。哇，最后是一记发球的直接得分，那五常国小也失误了哦。好的，所以第一局呢，由新北的英歌国小以26-24拿下第一局，双方换边，等一下要继续进行第2局的比赛。
好的，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再回到 HotSport 频道，由台亚卫星所制播113年全国第53届国小师生排球赛中华杯的转播的现场哦。那今天转播的第一场赛事呢，是由 B 组第1名的新北英歌国小出战 D 组第2名的台北市五常国小。那刚刚在第1局呢，双方激战到deuce之后，是由新北英歌国小率先拿下第1局。嘉轩怎么看第1局的比赛？为什么英歌国小他们能够后来居上，然后逆转胜？一开始应该是发球，然后跟最后面的拦网成功啊。是，对，往往都是一攻一防，才可以把分数慢慢追进，然后获胜这样。对，那反观起来，五常国小打了1局的好球，最后有点失手了，是不是有点比较可惜？那你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再加强哪一个部分？我觉得在攻击方面稳定度，因为刚刚其实在他们的一些修正处理球上面都打得比较长，那其实可以稍微在这部分再调整一下。OK， 所以还是有很多小细节需要去调整的。对，尤其是球没有接到位的话，那该谁去有修正球，然后谁去打这样。是。哇，这个球转成直线哦，漂亮的攻击啊！这3号的戴子乔，哇，刚开局台北市五常国小又是一记4-0，这个跟第1局的开局好像有点类似哦。对，是。那新北英歌国小目前在前4分看起来，主要的问题还是像球评嘉轩所说，哇，又是一个接发球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发球对于国小生这个阶段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是。哇，好球，马上还以颜色哦，在4号位止血。不过感觉这2支球队哦，不知道是不是小女孩的关系哦，感觉打起球来比较害羞一点哦，比较没有那个霸气，反而是在台上的这个啦啦队团队，好像他们的士气感觉又比较高一点。嘉轩在球队里面是担任这个所谓的喊声组的这个队长嘛？对，因为就是你自由球员嘛，你要带动气氛，是让整个球场上的气氛活络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是，那是教练，通常是教练设定交给你，还是你是自发性的想要就是很自然的来担任这个角色？其实这算蛮自然的吧，因为我觉得你在球场上，你本来就是要讲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带动一些球场上的气氛。不一定是要自由球员啊，你如果是攻击手、举球员，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哇，新北英歌国小连续发出了2记的 S 球，那这时候也把分数追成4-5。这个球是英歌国小的一个失误啊，继续轮到五常国小这边来发球。发球的是举球员。哇，又是一记失误，所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所有的失误真的都跟所谓的发球加压跟接发球有没有到位都是息息相关的。对。是一记漂亮的 S5号的张耀云连续的一个强力发球，也帮助台北市五常国小目前8-4领先。这个好球，陈真还是继续维持在第1局的好手感呢。接发球起来看一下，这个时候交给2号位的王家珍。哇，这个好球！也是2号的陈真。
因为他本身在往前就有身材优势哦。那我们看到他几次的攻击得分，他的那个动作来说也是都很流畅，而且打出去的球整个包覆性也是包得非常好，协调性很好。现在轮到英歌国小8号的李爱儒来发球。哇，这个球没办法处理了哦，先呛死球，先送过来，看一下武常国小怎么样来组织。哇，这个球举球员没有掌控好哦，所以这边被抓了一个连击的犯规。我们在国小的排球，因为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不像嘉轩哦，就是打成人的这个排球，所以其实我们针对排球不同的年龄层的排球的大小都不一样。对，哦，那像我们总共有3号、4号、5号球，那6年级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打所谓的4号球。那在成人像嘉轩平常在打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来说的话，都是打最大颗的5号球。那因为各个层级的身材跟手掌那不一样，所以那个大小就会有区别。是是。哇，连续攻击之后也被武常国小也预测到了哦，几乎所有的球都交给陈真，所以这一个球台北市武常国小有重兵哦看守在那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攻击，可能教练也有提醒说他就是会打这个位置。是。好，继续轮到台北市武常国小的王家珍来发球。王家珍在这场比赛里面也有多次这个精彩的攻击，帮助球队来得分。比数10-8，由台北市武常国小暂时领先2分。好球。这个球又是一次发球的失误。通常在落后的球队，嘉轩，你认为是不是应该要更注意发球在发出的那个部分的一个成功率跟失误率？对，如果是你赛落后的话，或者是你上一颗球发失误的话，那你就可以先以发进去为主。是，对。那你觉得会不会有所谓的那个发球失误的这个连带效应？一定会有，一定会有。然后前面几个人都发球失误，轮到你发球的时候，就好像有莫名的一股压力哦。对，那个压力其实就蛮大的。哇，这个太需要。是，那当然嘉轩已经习惯了当自由球员。自由球员就是2件事不能做，就是不能跳起来攻击，跟不能发球。对。哦，所以其实平常也不会太多去练发球，就主要是把接发球给练好，对不对？对。但偶尔在练习中还是会再下去玩一下。好，英歌国小这边攻击的出界，一直到目前为止哦，进入到比赛的中段，台北市的武常国小还是一直都保持2分至3分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先呢。那到了比赛的后半段，如果你都能够保持这样的领先来说的话，你对落后的球队来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越来越接近这个局末点。这边做一个吊球，好球！这个球就处理的蛮好的哦，因为他不能打的时候，我们就讲台语那种唱的。哦，是，其实攻击的手法有非常多啊，不一定说每一颗球都一定要全力去进攻。对，又是这个位置。不过这一次攻击被拦到的哦，是不是陈真哦？是10号的队长黄巧云。所以，嘉轩，你会不会建议说，像英歌国小现在攻击的战术，接发球都有到位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比如说攻击的位置，哦，或者说在战术上面不要这么的单调。
说不定可以我们试看吊球，因为他刚刚在那个位置的话，都是以强攻为主。对，那因为已经有2个人在那边拦的话，那是不是就以吊球改变一下他们的拦网的手势？强劲的 S 球，13-15。果然像嘉轩说的哦，这个时候开始有尝试出一些吊球的这个攻击方式。这边的 A 快守得好。啊，这边是漂亮的 touch out 攻击得分。touch out 也是一种方式，除了吊球、插球 touch out 也是一种方式。哇，英歌国小还是很喜欢用这样子的一个战术哦，在举球员后方哦来做这个攻击的战术。不过这段时间英歌国小哦，应该要特别注意一下发球，因为这一局的发球失误有点太多哦，所以也带给五常国小很多的机会。这边攻击的失误，这个手腕就有点压得太下来了，因为他在后排，要把球再打长一点，包远一点。好，连续的失分之下呢，新北英歌国小喊出了暂停。哇，这波的暂停，我们看到教练丁柔安哦，在手上的手持板上面有交代选手一些战术，看一下这波暂停之后会不会顺利的哦改变一下场上的一个节奏。哇，这个球，裁判也没有要改判的意思哦，这个球非常的接近啊，而且发得很长，然后一直到接近球的端线的最后一刻，球急速的下降，哇，确实哦是压在这个场地里面。哇，看来英歌国小刚刚喊的那一波的暂停，并没有顺利的止血。先是被一记 S 球，然后这个球又是自己的攻击失误。一样是发球的加压，那另外一方就是要看接发球怎么去应对这个强劲的发球。是，好，这个时候新北英歌国小喊出了第2次的暂停。好，这场由 B 组第1名的新北英歌国小来出战 D 组第2名的台北市五常国小，比赛进入到第2局，目前呢是台北市的五常国小以21-15哦暂时领先。那这场球赛，嘉轩，你们认为五常国小虽然是分组2，但是有打出这个分组想要把分组1拉下来的这个企图心？对，因为像刚刚开赛的时候，第1局跟第2局开始的时候，都是他们的气势都是很旺的。这个球又是一个在4号位的直线进攻哦。其实英歌国小有非常好的身材条件，但是
为什么常常居于落后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接发球的问题哈。对。好，英歌国小把分数慢慢的追进之后呢，台北市五常国小这个时候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继续由英歌国小这边来发球，目前还是落后5分哦。哇，好球啊！又是一记强劲的 S 球。嘉轩，我们在暂停回来之后，当对方喊出暂停，就是要破坏你的这个发球节奏。那能够发出这样子的球，是不是非常难得？对，真的，而且这种球是最难接的。是技术下，这种球是最难接的。对，而且很敢发哦。对。好，这边五常国小处理球有点乱哦，哇！嘉轩这个球为什么英歌国小明明看到了，就是而且对方是只有暂扣、轻扣的过程当中过来，为什么还会出现失误？我觉得这个跟专注力可能有问题，因为他刚刚那颗扣的球是有点带手腕的，是，那可能你不是他正面的选手人，那你在另外一边选手也是要注意他手腕变化的位置。是，简单来说就是要专心，要专注。好，这边交给3号位的攻击出界。这一局感觉台北市五常国小一度哦，就是感觉气势非常的旺哦，准备要把这一局收下，但是现在英歌国小慢慢又把比数给拉上来。哇，好球！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在小学阶段，其实4分或是5分的领先，其实都不能掉以轻心。是，因为一下子可能就一波被拉走。哇，这个球应该是持球了哦。在国小的比赛里面，我们很常会看到很多这个不必要的失误。那主要还是因为国小这个阶段哦，这个没有太多的经验来去做处理，因为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那这时候其实教练的提醒就非常重要。好，这球还有，这球扑得好，是不是同样位置？对啊，好球，只是改一个吊球的话，是其实会使他们的拦网跟后面的防守做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就成功率会比较高。可能旁边的教练有在听我们的转播哦，所以刚刚有听到这个嘉轩哦，球评嘉轩这边呢给了一些建议哦。啊，这个球又没有到位，看一下英歌国小能不能够把握住。哇，好球！不过这个球，哇，裁判最后是判了攻击的触网啊！哇，真的有点可惜哦，眼看就要追上了哦，所以第2局呢是由台北市五常国小以25-22扳回一局，双方要进入到第3局的决胜局。
欢迎大家再透过 HotSport 频道来观赏113年全国第53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的现场。那我们今天为各位转播的第一场赛事呢，是由新北莺歌国小来出战台北市的五常国小，双北对决第一局第一场到刚刚的第二局呢，都打得非常的激烈跟精彩哦。所以在今天转播的赛事第一场，我们就进入到决胜局。嘉轩怎么看这两队到决胜局应该要去调整、应该要去注意的重点到底有哪一些？还是发球吧，我觉得发球还蛮重要的。那再来就是五常国小要怎么针对刚刚莺歌国小有做一些吊球的防范。好，这一局刚开局是五常国小这边的失误哦，那是由新北莺歌国小来获得第一分。到了决胜局，因为打的是15分的赛制，所以要更注意，除了刚刚的提到两边应该要有的技术层面的一个环节之外，还要需要注意什么？在决胜局的部分，我觉得一些是你没办法攻击的一些第三颗的处理球，就是把它稳稳的送过去，不要像前两边那两局的有一些是比较基本的把球打过去，结果就打到奥赛，是，那其实这还蛮可惜的。哦，所以就是减少失误啊。对。好球，这个台北市五常国小王家珍。这个卡把的动作做得很漂亮哦，哇，又是一次漂亮的卡把。莺歌国小这边，哇，第一颗球没有处理好，这种球就比较可惜一点哦。是，已经掌握住了哦，但是就是自己接球的那个质量上面哦，这个球质没有把它控制好。这个拦得好。还有。好，双方在激烈的缠斗之下呢，最后是莺歌国小这边攻击出界。嘉轩，你要不要来预测一下？你觉得这一场球赛以两边今天的表现，你觉得谁比较有机会可以胜出？如果以身材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莺歌国小比较在往前比较有优势。是，对。但我觉得五常国小在发球方面好像也有那么大的优势。是，我觉得好像一半一半。发球掌握度上面是五常国小确实哦，在今天包含说整个发球掌握、加压跟发点、发人上面，真的确实掌握比较好。对。好，这边是一个 touch out。这边修正球的处理，哇，修正过长啊！好，这时候台北市五常国小喊出第3局的第一次暂停。好，暂停回来之后呢，目前场上的比数是5-3，由新北莺歌国小来暂时领先2分。那这一局跟前2局有点不一样的是，到目前为止，新北莺歌国小是领先的哦。前2局他们都是处于落后的状况。对。这个球为什么会让球最后吞下去？是在哪一个环节上面出了问题？应该就是拦网的手势没有做，或者是起跳时间没有抓好。哦，那其实拦网的话，这2点其实还蛮重要的，手势跟起跳时间。OK。这个球扑得好。
哇，像这种球就比较可惜一点，就像刚刚讲的，你第3颗球没办法处理的话，那就是看要不要先稳稳的过去就好。我有时候小选手哦，在很亢奋的情况之下，想要赶快的把球送过去，往往就会出现一点点失误啊。对。但没有关系，他们还是补回来了。哇，很可惜啊。吊球来了，哇，这个球，嘉轩认为是不是应该由前排的球员先来做处理？对，因为他的已经接起来的球已经比较靠网了，所以一定要以前排的球员来先优先处理，这样会比较有稳妥一点。是因为毕竟举球员刚刚是在后排，他还要防守，然后要冲进去，其实就算他追到球，那处理球起来那个品质也不是说会特别好。对。好，这时候比数来到8比5。那我们在第3局决胜局的这个规则上面呢，当双方球队有一方拿到8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换边来继续比赛。领先的仍然是新北的莺歌国小。那但是双方呢，从刚刚的不管说是防守、扑球、救球上面，都看得出双方对于这场球赛的这个胜利的渴望。对，可能已经第3局，可能大家身体也都醒过来了，所以都蛮专注的。这个会不会第3局醒过来有点太晚？不过还是专注，就还是有机会可以获胜。对，不能到拼到第3局，结果到这个时候放弃，就有点可惜了。好，这个球是莺歌国小这边的失误。哇，又是触网哦。刚在第2局的后段也比较可惜哦，也是因为触网，然后来结束那一局。对，来了，我们的2号主攻手陈真。现在轮到莺歌国小6号方轩琴来发球。好，吊球，哇，双方都有防备哦，针对吊球这个部分。又是吊球，这个聪明啊！他原本吊一颗斜线的，然后现在换吊一颗直线的。所以吊球也是可以转换路线的、哦，对，不是只有单纯放一个点而已。对，我说这个球他手腕都控制得很好，吊得很漂亮哦。8号的林宇轩，哇，然后吊完之后，然后再给你打一个catch out，节奏上面的变化也很重要。好。那五常国小连续的追分之下，也迫使新北莺歌国小喊出暂停。哇，这个球，这个吊球真的吊得非常恰到好处哦。对，手腕这个手腕，然后又再撇一个直线。在6年级女童组的里面，能够看到这样子高质量的这个手势的吊球，非常不容易。好，这边接发球起来，攻击的失误。这个球可能手腕就转太多了哦。9比9平手。哇！所以刚刚嘉轩有提到，如果论身材优势来说，新北莺歌国小真的就是优于五常国小。但是打到目前为止，感觉这个身材优势的这个点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来啊。
哇，又是自己的失误，眼看对方防守已经守起来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五常国小在防守能力上面？因为莺歌国小屡攻不下，所以一直被守起来，所以攻击手是不是也出现比较急的状况？对，就也会比较有压力一点。哇，这个时候赶快哦，这个新北莺歌国小要赶快喊出暂停哦。目前落后的分数来到3分了。好，暂停回来，继续是由台北市五常国小这边来发球，12-9，只要在3分就可以获得这一场关键赛事的一个胜利。好球，还是非常相信2号的陈真哦，就球接起来还是交给他来处理。莺歌国小李爱如的发球，哇，这个球想要快攻哦，做一个掩护，要交给4号位的球员，但是好像在长度的部分不够长，可能太长了。哇，没有掌控好。好，还是交给攻击把握度最高的这个队长林宇轩哦，攻击得分。哇，这个球挤压到了。我们看到今天五常国小发了非常多这个长线的发球，在接发球上面是不是会常常会对这个接发球员造成一个身体上面的挤压？对，一定的，因为他球线发比较长的话，对于在判断就比较比较难判断。那这时候站位就很重要。是。哇，最后是一个攻击的出界。所以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台北市五常国小面对到局数落后的情况下，连赶2局，最后是2-1来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好，嘉轩怎么来看今天五常国小这一场球赛的一个表现？第一个还是他们发球其实还蛮有破坏性的。那虽然在莺歌国小他们有身材的优势，但是他们第一个如果球没有接到位的话，那在打修正球，今天在第3局修正球的打出去的那个失误频率又比较高，那等于说他们在要追分的时候就比较难追。是。好，那也恭喜哦，台北市五常国小后来居上，以2-1顺利的往更高的一个名次来做挺进。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赛事要来带给大家。
好的，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透过哈斯波频道来欣赏113年全国第53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那今天来到赛事的第3天，为各位今天要推出的第2场的一个转播赛事呢，是6年级女童组的决赛。那是由新北市的文林国小来出战嘉义县的民雄国小。那其实中华杯的赛事呢，诚如我们刚刚在第1场的赛事有跟大家说明分享过，就是要透过国内的4大杯赛的积分前15名，才可以来到中华杯的一个殿堂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最高等级的一个赛事。那在赛前，根据我们手边的这个最新资料那新北市的文林国小是全国积分的第3名晋级到中华杯。那嘉义县的民雄国小呢是积分的第8名来进入到中华杯。那双方呢在前2天的预赛赛程里面，新北文林国小不负众望是以 C 组第1名的姿态来做晋级。那 A 组的部分呢的第2名就是他们的对手嘉义县的民雄国小。好，双方现在看到在进行完最后的热身之后，那裁判也要确认场上的一些相关的竞赛的设备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那双方等一下就准备要进场。那这一场赛事的获胜者呢，跟刚上一场一样，就可以晋级到下一轮，也是可以挑战更好的一个名次。那今天继续呢，这场赛事继续为各位邀请到的就是屏东台电男排的余耀男神这个当家的自由球员李嘉轩，嘉轩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赛事。来，嘉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电自由球员李嘉轩。嘉轩刚刚看完第1场的赛事，现在我们进入到第2场，你会觉得有没有国小的赛事来说的话，还是很重所谓的这个气势然后还有一些在处理球上面的一个重点。对，像刚刚3场球赛，就是有一些比较第3颗球比较可惜，就是打过去的时候就是以失误为作收。那这样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就还蛮可惜的。对。是。好，那能够进入到8强的球队都是经过这个预赛高强度的洗礼之后脱颖而出，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爆冷。就算你是分组2，或是不管你是分组1，你到了这一场关键的赛事就是 win or go home， 所以就是你必须要你要晋级到这个更好的名次。今天这一场球赛就非常的关键，对，因为如果这场球赛输的话，可能你就要掉到5到8名的排名赛了所以临场发挥其实还蛮重要的。是。好，那首先呢，开局先由嘉义县的民雄国小来发球。像这个球就是我刚刚讲的第3颗球，其实还蛮重要的是。对，因为第3颗球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其实对于来说，整体的球队方面士气还蛮损伤的。是。这个球还蛮敢打的我比较开网的状况下还是很勇敢的来做处理。一样都是后排。那嘉轩，我们在拦前排的攻击跟拦后排的攻击，就拦网这个部分起跳的时间点会不会有所不一样？一定会有不一样，因为它后排的距离会比较长一点。是。那你在拦网的时间就要再慢一点点。因为它有一个飞行的距离。对。这个球它的手腕就撇得很漂亮这球没有办法再继续救起来那民雄国小这边的执行教练呢是陈崇孝教练。那大家如果呢有在排球圈打滚多年的观众朋友，应该对他的名字应该是非常熟悉，因为他之前也是我们中华队非常有名的这个球员。
那现在也投入到国小基层教练的一个执教。哇，这个好球哦，这个直线，而且他这个直线也包得很准哦。看那个球的炫度，就知道他扣球的时候手腕的运用。好，那目前双方的表现来说，还是新北文林国小这边哦，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目前是4-1的领先。那刚刚提到陈崇孝教练哦，他除了现在是执教民雄国小之外，正中的队长8号呢，这个陈佑彤也是他的宝贝女儿哦。那在前几个杯赛有看到他执教的时候，哇，对自己的女儿也是哦，失误的时候也是毫不客气哦。哦，也是一个左撇子的选手哦，而且身材条件非常好，有170公分了。目前3-4，由民雄国小的2号来发球，张雅涵。哦，这个补得好，像刚刚那个小球就补得非常好哦。通常对小球的这个防守来说，应该要先注意什么？第一个看到他攻击手动作在变的时候，没办法正常攻击的时候，那我们的球员就要慢慢往前挤。哦，是脚步要移动。对对对。啊，这个手腕也撇得很好哦。其实，在小学阶段，你手腕可以把球包覆的这么好，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是一个技术哦。补得好，这个修正球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来第2波的进攻，有卡巴起来。左撇子又来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左撇子的那个队长他都会把球打得很长，他不会往下扣。对，一般来说，好像高大球员都习惯了要把球往下扣。对。那反而这个陈佑彤的部分，他是选择都打比较长线。发球也是很有威力哦。这个球在防守上面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他可能一开始拦网跟后面防守没有沟通好。对。哇，对，很明显哦，他在对方攻击下去之后，很明显站位的部分就已经站错位置。对对对。这个好球，还有好第3颗。好球，你看这个手腕也撇得非常好哦。有时候他看到中间跟右边有拦网者的时候，那顺势往左边撇，那就会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感觉他刚刚那个动作好像没有用太大的力量，就是一个手腕的顺发力而已。对对对。所以手腕的这个能力真的对排球选手来说很重要。好，现在场上比数是8-6。由领先的文林国小来发球，像刚刚这颗他打到网子的话，就是脚一定要先动，不能先扑下去。但是通常这种球是不是最难接？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你没办法预测到的东西。对。那通常这种球其实可以跟前排的选手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接这种球？是在对方发球前是不是就要做提醒？对，就要先沟通好，位置要分配好。这时候是攻击的出界。其实虽然这个民雄国小现在是落后，但是他们落后的分数也没有让新北文林国小这边
取得太多的领先，都还是在可以追分的状态之下范围里面。这个球手腕就有点撇得太多了哦。但是他的球线是长的，是很好的，但是就是最后手腕的动作就撇得太多。哇，在抢球的过程当中，这边应该会被抓了一个连击的犯规啊！这就可能太急了，想要出手了。那面对到这样子类似会有抢球的情况出现的话，嘉轩，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跟球员来做交代？第一个还是以要喊声为主。你先喊声，那你就先把球举掉或接掉，那你就不会造成失误的收场这样。哇，这个球撇得很好哦。对，而且他这个球是切进来的方向跟打出去的方向是反方向，我看到往内切之后往外打，高级动作是这个 inside out 的打法。好，这边是发球的失误。民雄国小要特别注意哦，因为现在毕竟自己球队是属于落后的情况，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种发球直接失误。哇，说着说着，文林国小也来送礼哦。可能两边在发球击球的时候，都把它想要把它往下压哦。是。那发球有时候会因为紧张哦，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那除了这些之外，场馆会不会对选手来说会有影响？也是会有影响。像我们今天在屏东体育馆，它的场馆是算偏大的，是对。那在发球方面，你就可能注意要空间感跟可能上面的灯光啊那些都要注意。是。那这个是发球的环节，您在接发球的时候也会吗？会受到场馆这个空间感的影响？也是会有。像如果有些是有冷气的，那他在发漂浮球啊，他的不规则跑动就会越更多。是。好，那在这一颗的斜线攻击之下，新北文林国小又要回了领先，目前12-11。哇，这个是一样的位置啊，又是一样的位置。而且他的攻击把握度除了刚刚有一颗这个后排攻击有点像嘉轩说的撇太多的情况之下出界，到目前为止他的攻击得分率成功率来说是很高的，真的很高。那等下就是看下一波看文林国小这边要怎么应对那个这边民雄国小。陈佑彤的他的手法攻击而去布阵，是，因为毕竟也不能让他这么样的一个持续得分下去要有一些应对。又来了，不过目前新北文林国小这边用的方法好像就是等他自己失误。对，14-12，还是文林国小领先。这个球接发没有到位。第三颗，哇！今天看到太多像嘉轩讲的这个第三颗的处理球，真的必须要先稳稳的把它处理进。对，因为你处理进的话，不一定对方也会失误。对，就是还有机会。对对对。这个包得好。好，又是第三颗球。哇，这个就点掉下来了，点掉下来，然后手腕又要往下打的话，那就会no in哦。是，这个球其实可以在更早一点出手不要让球整个在流动更多，你球点就会相对的就会一直降低。这个球线要再打长一点
好，这个时候新北文林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目前场上比数14-15，由嘉义县民雄国小8号的陈佑彤来发球。双方分数还是咬得非常近哈，目前只有1分的差距。哦，拖得好哎，哇，好球！他刚刚斜线打不过，然后现在换一颗直线哦。是文林国小的3号曾子琪，漂亮的直线攻击。漂亮的扑球，小球，好球，包得好。这个球是不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自信来去做处理球？对，而且最后击到球的时候，感觉手腕没有用到力量，软是掉的感觉。对，但前一颗是守得很漂亮。对。那这场球赛到目前为止，嘉轩，你觉得2支球队他们彼此的这个优缺点或是优势，分别是有哪一些优势？我觉得民雄国小这边就是他们优势，就是他们有2个主攻手，8号跟9号，他们分别有一个在前排，然后一个在后排。哦，对，那在文林国小这边，他们就是靠发球去压制比较高大的选手，是发给他们接啊，比较没有办法去正常脚步做攻击这样。是，哇，又是陈佑彤，这个球就是他打得很长，然后角度够大。哦，基本上哦，到目前为止，前后排都是交给他来处理。对，真的。这个球好球。漂亮的进攻，11号的罗千玉哦，刚在2号位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斜线攻击，18-16，文林国小稳定的领先，哇，这是又一次一季的 S 球直接得分。一样的位置哦，但是那边已经有人在防守了。哇，这个球就非常可惜哦，反攻球最后手腕扣太下来了。是，不然这种守起来的球，如果得分的话，气势会更高涨。对，那嘉轩，你会不会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状况？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对方的强击球守起来，结果修正起来，你自己队伍的攻击手没有帮你得分，你会不会心里面会有一点失望的感觉？其实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啊，但是因为你毕竟你比赛还是在进行中，但是所以你要克制住这种情绪起伏。对，就是你就算你想骂他，你也不能骂。对，我们只好私底下再来解决。开玩笑，但是不能一直这样哦，因为你要想说啊，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拼死拼活拼命的把这个球守起来之后，结果队友没有帮助我得分，这就是很可惜啊。是。但是如果得分的话，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对，就很开心。那你整个团队的氛围就会越来越好。是。好，在新北文林连续得分之下呢，这个时候换成嘉义县的民雄国小喊出暂停。
好，暂停回来，由文林国小这边来继续发球。现在目前还是有4分的领先哦，所以可以更大胆的来尝试发球。第3颗一样是第3颗。这个球就是最后大家都看球落地，这个对士气来说是不是会非常的伤？真的很伤啊！因为这个是第3颗，你不要把它稳稳的处理过的话，但是你不要大家都是看那个球落地。是。好，这时候赶快哦，崇孝教练看到这个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又喊了第2次的暂停。那反观是文林国小这边哦，这个教练对选手来说，感觉教练比较老神在在哦，就是针对战术上面在做一些的提醒。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属于领先的一方啊，所以他们比较稳稳的打就好了。不要自己发生太多失误。对。哇，像这样，我们国小第3颗球就处理得很好，就是稳稳的把它送过去，那就等着对方失误。那所以就是在明恒国小这边就要把握，对方稳稳的把球送过来那一颗 chance ball。是。好球哦，这个一样也是撇得很好哦。就像嘉轩说的哦，这个民雄国小这边有2大的攻击手，一个分别就是8号跟9号。对，那9号李若萱在前排的时候也会带给这个文林国小这边很大的压力，因为打到目前为止，我刚刚在看他的动作，他是处理球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对，他会吊球，或是像嘉轩说的插球，然后还有一般最正常的这个强攻，他都会。而且他身材条件也是非常不错，有164公分，手法特别多。好，这时候新北文林国小来到第1局的局末点。好，最后是发球的失误，送给了文林国小的最后1分。那第1局的比赛呢，是由新北市文林国小以25-19率先拿下第1局。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再回到这一场比赛哦。那刚刚第一局呢，是由新北市文林国小以25-19在这场比赛率先拔得头筹，赢下第一局。那第二局大家换边之后呢，看教练能不能够下达一些关键的指令哦，让这个球赛选手们在表现上面能够有所的不同。好球，一样是手腕撇的很好哦。那这场赛事呢，是由 C 组第1名的新北文林国小对上 A 组第2名的嘉义县民雄国小，谁晋级就可以进入到4强。那输的一方呢，就要进入到5到8名的排名赛。这个界内球。那刚刚在双方局间休息的时候，应该是说领先跟落后一方，那当然这个也牵乎到这个教练的这个执教的风格。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虽然我们坐那么远刚刚有听到陈崇孝教练很大声的在跟选手做提醒。那简单来说是比较严格的教练那嘉轩，你在这个排球之路上面，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很严格的教练？其实有啊，应该说国中跟高中都是有。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吧。对，而且其实有时候可以训练选手的抗压能力。对，是。那你如果自己当教练，你有当过教练吗？目前还没有。那你觉得，如果你当了教练之后，你会是什么样风格的一个教练？软硬兼施。该骂还是要骂。该骂还是要骂。是。如果今天球员不专注的话，这种东西你是可以去跟他讲的，可以去念他的，因为这跟球技没有关系。但是专注度有关系。了解。哇，刚刚这个球又是陈佑彤刚刚在后排，现在又轮到刚在后排，现在转换到前排之后，继续由他这边来得分，而且取得了4-0的领先哇，好球其实这个球就处理得非常好因为他看到那个民雄国小的8号陈佑彤他在前排，那他就是顺势的一个吊球，因为他身材比较好，所以他顺势一个吊球就收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对，而且吊的时机点也很好刚好是吊在陈佑彤的后方。哇，这个就可惜了2个都把球让掉了。对，像这个球，你已经让对方最强的攻击手打出比较软弱的球，那你这个时候应该就要更把握机会把球接起来。对。其实如果没有把握、没有信心的话，其实你就先把球接高也没有关系。是。一样是吊球那在民雄国小这边就要看他们接下来怎么防范文林国小这边使用吊球的战术。其实刚刚那个球已经不够长了，所以对方也没有做攻击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后排的球员就像嘉轩说的，脚步要提前做移动，对，就要慢慢的往前挤。是，好，这个又是一个呛死球，看一下文林国小能不能够把握住。哇，这个好球3号的曾子琪，球举得到位的话，那其实直线就非常好打。对。这次的直线进攻被守起来，一样是直线吗？好，民雄国小这边有所防范。第3颗，哇，刚刚又是出现抢球的情况。对。不过刚刚那个球的位置来说，应该由9号的这个李若萱来处理会比较恰当一点。其实刚刚第一局到现在其实文林国小的发球都是偏向在前排，是没那么长。对，那这样民雄国小他们的站位说不定就要调整一下，往前半步也可以。比较针对是民雄国小这边短线的接发来做进攻，好像都是前排球员接到。好，这个球文林国小触网所以是由民雄国小得分。目前场上比数是6-5，由民雄国小这边领先。
这个就有点可惜了，但是处理的手法是好的。对对。今天已经看到好多次李若瑄在前排做这种手腕的这个压球的动作，而且他压的球的质量其实是不错的那个球速是有的你看一样都是他们就是发在前排的位置应该是他们教练有下达，就是一定要发给他们对面2位的主攻手。对。那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目前这样看起来，2位主攻手还是要身兼接发球的任务。对。所以这样子也是打坏他们准备攻击的那个节奏。对，那个影响一定很大。是。因为你又要接又要打。好，现在轮到文林国小的陈玉珊来发球。这个球7号的选手在后排打，他的手腕包覆的质量也是很够对。好，这时候新北文林国小连续得分之后呢，嘉义县民雄国小赶紧喊暂停。那这一次呢，在中华杯其实每一年的中华杯呢，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指标性的赛事，特别针对国小的部分。那今年的中华杯呢，除了本身国小的赛事之外，其实我们在前2天也进行了很多国小的教师以及校长组的这个赛事那也都结束了。所以下一届办理中华杯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大家通常都看小学生打球，但是小学的校长打球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可能打起来是蛮有趣的是，那我前2天也到了球场去看他们比赛其实很多校长都说，就是志在参加，然后推广排球，享受在球场上面的那个氛围。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受伤就好。但是结果只是打下去，大家都很想赢。对。我们波球被收起来。好球，这个球就有点运气成分在lucky ball。对。其实民雄国小这边现在属于落后，那就是第一次要先把接发球第一波先接好哇，不过这个时候像嘉轩说的接发球这个环节真的很重要对。是不是在站位上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也都是教练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一环。对。那嘉轩刚刚在比赛的前段的时候，有一个球员他用高手来做接发球，这个是在国小里面是不是很不容易的技术？一定很不容易，因为小学生他的手掌一定是比较小的。那你要整颗球拖到，然后包覆那颗球的话是很困难。对。而且你要用上手去接发球的话，第一个你判断要非常好，是那个落点跟球的轨迹跟高度，是你要判断的非常好。对。那你自己本身在接发球，你比较习惯用低手还是高手？我是比较习惯用低手，因为我通常我都是要补最后一排攻击手没有接的球。了解。对。哇，这个球用一个单脚的一个起跳的方式，但是用手腕这么一带带出了这个旋转还是能够顺利的得分。你看还是都锁定给陈佑彤或者是李若瑄这2名的球员。那对于这2名球员在心理上面的压力就会很巨大，因为要帮忙攻击，是队上的主力，然后又要帮忙接发球。可能在这边心态上先转换一下比较好，就不一定要把球接到位，接高也可以。是，对。那除了嘉轩你刚刚说的站位需要调整，或是接高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去教练团或者是选手上面能够再做什么样的调整？看能不能他们的接发球位置再变化一下吧。他不一定要站中间。就是不一定要由他来接嘛，其他的队友来帮他 cover 这样。对。然后
范围缩小一点，让别人去接，然后他来主攻，这样也可以。是，但是他们只要经过那一轮就好。好，比数16-8，还是由文林国小稳定的领先。这个球比较可惜一点哦，因为在你攻击手的球比较后方的情况下，用手腕这么一带，很容易就会形成持球的犯规。一样也是发在中间给他们的主力选手哦。所以这场球赛的关键还是在于说，民雄国小这边没有办法针对文林国小的发球的位置来做有效的因应，那也被发出太多的这个 S 球，或者是说接发球不到位的情况。对。那其实文林国小这边战术就是执行的非常好啊。是。我就是要发给中间的选手。对。发给他们的主攻手。对。好，现在轮到的是队长黄维新的发球，哇，接发球还是没有到位啊。像他这个拦网就很聪明了，他不是往中间压，对，他是往两边压。是。哇，这个就是真的观念很好哦。吊球。这个球怎么没有人来处理？哇，这个时候像如果教练你是教练的话，应该这个球就应该要骂了吧？对，因为这个就有点像不专心的感觉。是。即便你第一个球员没办法攻击，那你后面你就要补上去，把球打过去。对，以不失误为优先哦。好球，后排攻击，好球。这个手腕也是运用包得非常好哦。3号的曾子琪在后排的攻击，其实文林国小这边有蛮多攻击手，他们本身的这个攻击的能力都非常不错，而且像刚刚嘉轩一直强调的，手腕的包覆性这个部分都做得非常的好。好，这个球是民雄国小的陈佑彤。又是一记斜线的进攻来得分，那感觉就是文林国小这边是主打团体战，那民雄国小这边就主打2位的主力选手这样。哇，这个也是 lucky 幸运球，对，其实都不是那么流畅的攻击，但是就是有那个运气成分在。但是没有去得分就是好球，是。这个球有一点想要尝试直线的路线，那刚好打到外侧手的这个拦网者的外侧手，所以反而形成了一个 touch out。其实左撇子在4号位打直线，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优势，因为他只要打出去碰到对方的手，他就 touch out。是，对。那如果没有碰到他，就是直线，就是硬塞。有更多的这个攻击机会可以来做展现。对。哇，这颗球就是感觉没有跟举轩没有沟通好。其实这几波，这3、4波里面，文林国小好像在4号位这个地方的攻击，不知道是举球跟攻击手没有搭配好，还是说举球的这个球的球质或是高度上面必须要再调整一下，比较没那么顺，是感觉起来比较没那么顺，可能跟接发球也有关系。不过这个时候，文林国小虽然里面有点混乱的情况下，民雄国小没有把握住机会，反而是出现了这个发球的失误。好，接发球起来，好球！哇，这个球就没有像刚刚3局他打的角度那么大。是。好，那现在呢是新北的文林国小
已经来到本场比赛的赛末点，准备要来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啊，这个可能有点小紧张，选手太紧张，还没听到哨音就先发出去，可能因为现在时间也快到午餐时间，想要赶快结束要吃便当。哇，果然，心里面想说，哇，刚刚如果是已经有吹哨音，那个结果多好，结果自己影响到自己发球的节奏。好，所以嘉义县民雄国小还在，还有机会的。对，而且现在轮到的是他们的队长陈佑彤来发球，但是11分的差距真的有难度比较高了，有难度。而且感觉现在气势是在武宁国小这边的喊声气势比较好。好，看一下这球防守起来，还有没有李若萱？好球！好，连续的追分哦。可惜哦。连续得了几分之后，看一下文林国小这边教练团是不是要稍微喊一下暂停？好，没有，还是希望可以继续交给场上的选手。第3颗，好球，处理得好哦。哇，这个就手腕就比了太多界外了。对，好了，那在攻击出界之后呢，本场比赛也结束哦。新北文林国小在第2局25-15，总局数2-0获胜，击败了嘉义县的民雄国小，也顺利挺进到4强。那嘉义县民雄国小非常可惜哦，在整场比赛几乎是没有领先的情况之下，让文林国小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嘉义县民雄国小的阵中呢，还是有2位不错的一个明日之星哦。那如果再加强一下他们的这个攻击的稳定度的话，我相信他们的球队的战绩，还有他们2位本身未来在这个排球之路上面能够更加蓬勃的一个发展。那嘉轩你怎么看今天这一场球赛？文林国小获胜的关键在哪里？我觉得是他们发球战术，发球战术有针对8号的陈佑彤以及9号的李若萱。那你发给他，那他的攻击脚步就自然的会比较乱。是对，那你又要接球又要攻击，那在小学阶段，他想要把2样事情做到很好的时候，那就失误就自然而然会出现。是 OK。那在武宁国小这边，他就是属于打一个团体战。我球起来，我就是举给长的，或者是我没办法正常出球，我就举给后排攻击，那稳稳的把球扣进去，那以不失误为主。对。好 ，OK， 那今天感谢这一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欣赏这一场球赛，我是主播黄宏清，那跟球评李嘉轩来带来精彩的球赛。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继续更精彩的赛事要带给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透过 HotSport 频道来欣赏113年全国第53届国小师生排球赛中华杯。那我们今天为各位推出转播的第3场赛事是6年级男童组的决赛，由宜兰县的礁溪国小来出战新竹县的新丰国小。那我是主播洪清，那继续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屏东台电男排的当家球星自由球员余耀男神李嘉轩来跟我一起欣赏这场球赛。嘉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电男排李嘉轩。好，那嘉轩，我们刚刚在前面呢已经欣赏了2场的女子组的赛事，现在换成男生，你觉得男子组跟女子组虽然是国小，那还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可能战术上的变化性可能会越更高哦。是，因为像刚刚他们在练习中，感觉他们的快攻其实打得还蛮多的哦。好，那这场赛前呢，我们参考了这个积分的数据哦。6年级男童今年的积分，这场球赛的礁溪国小是全国第1名的积分排名进入到中华杯。那反观到新竹县的新丰国小呢，是排名的倒数第1名哦，第15名，而且当时还是透过这个协会抽签，最后来决定他们可以进入到中华杯，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第1对倒数第1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战哦，但是双方在经过前2天的预赛之后，能够晋级到前8强，就已经是实力非常坚强的球队了哦。其实这样对新丰国小感觉也是一个优势啊，因为比较没有包袱，比较没有压力，是放开来打。对。那如果能够一举击败呢，这个积分第1名的礁溪国小，对他们的来说的话，绝对是信心大增。对。好，双方在刚开局互有领先，那目前是战成2-2平手。那其实以往在礁溪国小这边呢，他们每一次出来比赛的队伍就是都非常的成熟，然后技术性非常的高。对。礁溪国小也是传统的名校，特别针对国小的这个部分，也培育都非常多优秀的这个国手。像刚刚那颗球，他可以这样的出手动作，球又那么大力的话，他其实真的是平常训练真的是很严谨的一个。而且注意看这个举球员，他可以把举到2号位的球背举到这么好，对，其实很难得。就是有时候你看礁溪国小在打球，如果你不说他是国小的，可能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到国中甚至到高中才会出现的一些动作。对。好，现在是轮到新丰国小这边来发球，4-3，新丰国小领先。那新丰国小这边，我觉得比较他们的优势可能是他们的教练吧，因为他们教练也是我们企业联赛极速超跑的之前的教练。那在经验方面，其实应该他也是占蛮大的优势。特别在国小这个环节哦，教练的叮咛跟指导是很重要的。对。而且该如何安抚小朋友的情绪上起伏，这一点在明峰教练这边应该也是蛮有经验的。哇，这颗球一样是第3颗球，就有点不够谨慎了。处理球上面还是要稍微慢一点。对。哇，这颗球就包得很好。那这个球其实礁溪国小拦网下来之后，前排的选手应该还可以再做一个第2次救球的一个动作。对。哇，这个好球，他直接从中间移位到4号位攻击，对这个技术，哇，很漂亮哦。这个在国小是难得一见，这种大移位哦，切出来，而且他是左手的球员，又把他打回反方向。对。
哇，这个好球啊！新丰国小的4号曾纯义，稍微漂亮的直线攻击。守得好，好球，这个修正，好球，好球。刚其实看了他们的第2颗，新丰国小这边第2颗的修正球就举得很高，然后球质又很好，那这样攻击手就会很好处理哦。这个也是一记漂亮的吊球手法也是很多。对，其实礁溪国小呢，除了本身的强攻之外，他们也一直都在观察对方防守拦网的一个布阵，然后调整出新的攻击的手法。对。这个球在2号位攻击的时候手腕就转得太多哈。因为他身体已经几乎面向了直线，然后手腕又转直线，那这样自然而然球就会往外跑。对。好球！好球！那这个球呢，虽然球不够长，但为什么最后能够成功的得分？他最后面还有一个手腕撇的直线动作。对，所以他打到拦网者的手的时候，你手没有包好，然后他自然而然球就会往外喷。其实开赛新丰国小是没在怕礁溪国小的。对。好球哦！哇，这个过往极速下坠的指叉球。新丰国小的7号队长江信佳，好球又是一记。那这个时候礁溪国小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因应？其实看站位要不要再往前半步啊，因为他这个7号选手新丰国小这个7号选手发球的特性，说不定是会往前掉。哦，是。好球哦！这个双方拦网的，应该说新丰这边的双人拦网的密合度没有做得很扎实。对。最后一个动作手也没过去。好球哦，这个好球！所以你面对到攻击经验比较好的礁溪国小，你用这种强力发球先破坏他们的接发，就来得很重要。对，真的。好，所以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宜兰县礁溪国小喊出了第1次的暂停。暂停回来，继续由新丰国小来发球。吊球被守起来，这时候修正。这边吊球同样被礁溪国小守起来，往前的攻击，哇，成功的拦网。感觉新丰国小这边是有针对礁溪国小这边的攻击手在拦网做设定的。对。好球，这个球扑得好啊！这个球扑得很好啊！
就像刚刚嘉轩说的哦，虽然面对到这个高种子的礁溪国小，但是新丰国小打起来是完全不畏惧哦。对。好球！这球也防守的蛮漂亮的哦。转换到这边攻击。哇，这个时候就很可惜，在都有缠斗，而且都有抓住这个球的时候，前排的拦网过度积极的情况下的动作哦，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触网犯规。这一次换成礁溪国小这边过度的积极拦网了。14-12，由新竹县新丰国小领先。哇，这颗球就是在发球的力道上就没有拿捏得很好，就让礁溪国小追回1分。这边在礁溪国小，他们可能用别的方式，以发球的方式来压迫新丰国小。对。其实如果以两边来这个身材上面，新丰国小不一定会占劣势，而且反而是新丰国小正宗的身材等等的这些好像比较平均一点。对对对。那礁溪国小这边呢，是以著名的防守跟他们所谓的这个机动性，还有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好球，这个球打得好，哇！而且是面对到礁溪国小前排最高球员的拦网，能够打出这样的路线，非常不容易。而且球打出去的质量还是很高。好球，哇！好球啊！自己接，然后还可以切出来自己打。我们这个在体育馆里面呢，虽然现在戴着耳麦哦，就是现场在2楼观众席的家长已经带出鼓哦来做加油了，所以你如果来到现场体验一下这样的氛围，其实也是很不错的，而且是免费，不用收费的。对。而且其实附近还蛮好停车的，所以赶快开车过来，或者是骑车过来。好，这时候有球队喊出暂停哦。目前场上的比数是17-16，还是由分组第2的新丰国小在第一局暂时领先。好球哦！这个球面对礁溪的拦网，他还是把球打得很长啊。有时候你球线打得长，你就可以避免这种直接被拦回来，这个几乎是垂直性的这个回击球，对，就比较能够有卡吧，或者是说有一些空间，搞不好可以有效攻击得分。对，哇！不过这个球左手的球员攻击之后呢，是新丰国小有一个 touch 的动作。像这个球就打点就比较低一点所以它直接就弹回来的速度就比较快一点，跟上一个就不太一样。对。好，礁溪也慢慢回稳目前追到18-18平手。
由16号的林奕晨来发球，后排的攻击，哇，这个球有一点点想要接，又有想要放的感觉哦。那其实通常这种球就不用犹豫，就把它接起来就好了。对，因为你一犹豫的话，你放掉，如果是硬赛的话，那就对士气会更少。是，那就干脆果决的把它直接接掉。嘉轩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他有模棱两可，就是感觉放掉就界外啊，接起来也可以的这种球。一定有，在过程中一定有。所以通常就教练都会教到我们说，你就不用想直接把它接起来，是，因为我们还有下一波可以攻击，可以打仗。是，但是这个基本的判断可能只有0.几秒的时间。对，就是还是要从练习中去体会这种感觉，对，需要经验的累积。对。哇，这个节奏果然像嘉轩说的哈，女生跟男生的节奏不一样哦。这个一下子刚刚平手，现在又来到2分的领先。对。好球啊！其实我刚刚在看新丰国小，他们在接球的时候，其实有些球也是用上手接。那其实投出的质量很好。对。然后再加上举球员举出这个质量也很好。都有到位，所以在新丰国小这边4号位的攻击，他们都是以直线为主。是。好，这个时候呢，宜兰县礁溪国小再次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继续由新丰国小这边来执行发球，还是有着3分的领先。好，这个球并没有 touch 哦。哇，好球啊！这个角度可以打到那边，左撇子真的是很强啊。对，在2号位的斜线攻击哦，利用一个手腕的转腕，6号的李景文。在新丰这边可能要小心礁溪国小的发球。哇，果然说着说着就来了，因为现在发球是他们的主力攻击手啊。对，这6号的李景文。对。好，这时候被连追2分之后，换成是新丰国小喊暂停。好，暂停回来，继续由礁溪国小李景文这边来执行发球。哇，台上的2楼观众席的家长已经坐不住了哦，坐不住了。漂亮的拦网，还有，哇，处理的好啊，这个球，好球。像他这个球就没有勉强的，要想要把它扣进，就是轻扣，然后把球线打长这样而已，就收到不错的效果。不过刚刚礁溪国小送的那个呛死球是很有技术的，对，因为他是直接是送给举球员，对。哇，这个也是一个直线touch off。21比23，礁溪落后2分。好球，还勉强的处理过去了。好，又是新丰的机会。好球！
其实新丰在这边第2颗在处理球其实都蛮到位的，那就是可以使他们的4号位攻击手都可以以打直线为目标哦。我们看到新丰国小今天在第1局已经打了非常多4号位的直线了，所以礁溪国小可能也要针对这个路线上面去做布防。22比24，率先取得第1局局末点的是新竹县新丰国小。好球！这个球一样是拐直线哦。好，直线攻击得分之后，新竹县的新丰国小以25比22取得第1局的胜利。好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透过 HeartSport 频道，跟我主播黄宏清以及球评李嘉轩一同来欣赏第53届全国中华杯的国小师生排球赛。这场球赛呢是6年级男童组的决赛，获胜的一方呢将可以顺利晋级到前4强。那这场球赛呢是由宜兰县的礁溪国小出战新竹县的新丰国小。在第1局，新丰国小以非常优异的防守以及攻击率先拿下第1局。那其实，在礁溪这边就是要改变一下他们的一些状态啊，可能他们第一波接发球要先把接发球接好，然后再慢慢的改进他们其他的东西啊。但他们的其实发球，其实在上一局做的还不错，对。他们其实每一个球员在发球其实还蛮有破坏性。是。好，那就看第2局礁溪是不是能够扳回劣势哦。好球！
好，这边防守起来，还有。有，现在第二波如果其实有守起来的话，把球举高，其实礁溪的东路会处理得非常好。对，队长林焕廷哦，到目前为止表现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哦，好球，这个好球。好，信丰的机会。好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样是刚刚跟第一局一样，在信丰国小他们在第二波起来的时候，修正球都是可以把它举得比较高，然后又有基本上在4号位置，然后给他们攻手去慢慢的做处理。是，那其实这一点就是在球队在想要赢球的关键。是，那这边请教一下嘉轩哦，就是刚刚嘉轩谈的是攻击，那防守的部分我们刚刚看到了。在对方攻击之后，拦网喷起来，喷到很后场的球。如果你是要守这样子的球的时候，你应该要先做什么样的动作准备？其实第一个要先转身，脚要先动，是在第一拍就蛮重要的。哦，那如果你是脚定时，脚完全没动的话，那根本追不到那颗喷起来的。那我们看到很多球员，他都会先想要跳起来用锤的。看能不能捞到球，这个方式你比较不建议，对不对？一定是比较不建议，因为有时候你跳起来，如果高度没有确认的话，那球又太高，那你跳起来你就没办法再转身下一个做动作。所以还是脚先动，然后转身做追球的动作。对。其实，在排球上，其实脚步还蛮重要的。是脚步的灵活度跟它的一些移动的方面，其实敏捷性还蛮重要的。哇，好球啊！像他现在第一波开始慢慢有接发球的时候，他们就有快攻可以做一些战术的变化。对，哇，刚刚打了一个漂亮的西式快攻哦，16号的林奕晨，身高有168公分。这个球可能只需要举稍微长一点，对。接发球起来，又是交给16号，这一球被拦回来，看一下处理球的部分怎么样。哇，好球啊！可以刚刚看到那个礁溪在拦网的时候，他的2号位置的球员会去帮忙补，补防补拦，那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还蛮棒的哦。彼此之间队友之间互相的合作配合，然后互相的 cover， 这个在国小排球里面是很重要的。好球啊！强劲的发球哦。只要第一波接发球有到位，然后再加上他们在发球有破坏到对方的话，其实礁溪这一局应该会稍微好一点。是，好，在发球得分之后呢，这时候新竹县新丰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之后，继续由16号的林奕晨来发球，领先的还是宜兰县礁溪国小，比数是8-4。发球还是很强劲哦，硬是破坏了新丰这边的接发球。好球，这个守得好哦。好球哦！其实刚刚在这一波来回波，其实两边都守得很好。其实新丰国小如果继续把礁溪的这个攻击守起来之后，其实礁溪国小的攻击手也会很有压力。对。
他可能心里会觉得怎么都打不死这样。对。那你在当自由球员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你怎么打，我就把你守起来。一定会有。而且你这样一直把人家守起来的话，那你通常会对造成对方攻击手更大的压力。是。他很纳闷为什么这么会守。好球一样，这个球是有到位，然后往直线撇一下，球就跑去他脚了。新丰国小4号的曾纯义，哇，好球哦！这个新丰国小4号球员的拦网定点做得非常好，完全把李景文的攻击路线给锁定住了。还有，好，这球修正回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处理。好，是一个呛死球，送给新丰这边。哇，这个拦网排面也做得很好哦。是，而且刚好拦到一个新丰国小完全没有防守球员布防的一个区域。10-7，礁溪国小目前领先3分。哇，这个球是太想要加压，然后把手腕扣下来了。而且这个球他退得很后面了。对。那刚刚我们欣赏完2场女子组的赛事，在男子组这边，球速跟攻击的磅数来说又更快了，更强了。而且在快攻或者是第2时间的搭配又更多。是。那以现在中华杯国小的这个排球比赛的规则哦，是我们的5年级不分男女子组都是网高都是190公分，那你成长到6年级也是不分男女，网高都是200公分。那跟我们正规的排球赛场的场地的大小也是有不同。像我们正规球赛，嘉轩在打的这个成人的比赛呢是9公尺乘以18公尺，那这个小学生的比赛我们是各缩减1公尺，所以是8公尺乘以16公尺。因为还是小学生的体型跟比较娇小一点，所以在球场上还是有一些规则的改变。是，好，这时候是新丰国小又喊了一次暂停。好，暂停回来，继续由礁溪这边来发球。好球哦！所以就像刚刚讲的，其实礁溪每一个球员在发球的质量，其实非常好。所以在新丰国小这边就是先注重他们的接发球。是。不过礁溪在这一局的发球里面，虽然都有尝试强力的加压，但是失误率好像也稍微偏高了一点。处理得好哦！哇，在国小的6年级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瞬间转换的这个手法哦，真的很不容易啊！而且他有先做一下攻击动作，然后再去做一个抹球动作。对，20号的陈宏卫，哇，非常漂亮的抹球。好球哦！这个举球员如果有举到高一点的位置，在2号位的话，那其实攻球都很好打。又是一次发球的直接得分，感觉可能刚刚在
换局的时候，可能礁溪国小这边的教练有提醒说，选手的发球质量。发球这个技术哦，对国小排球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对，哇，这个球拖得好，好球哦。新丰国小的攻击还是主要集中在4号的曾纯义上面哦，不管说是他在4号位跟2号位哦，目前过多的战术都会做给他。哦，好球！可以看到礁溪国小这边的快攻，他没办法打的时候，他是属于用长底的或者是抹球的方式去处理那个球。这样其实效果就非常好。对，稳稳的处理进，然后还可以有办法得分。对。哇，这个球就可惜了。这边可能脚步14号的小球员这边脚步没有先动，只靠手的话，像要对付礁溪国小这种比较强劲的发球，可能要用身体去接啊。对。所以你在接发球的部分，是不是尽量要以正面来面对来球？对。哇，这个球有点直接举过网哦，所以让往前有身材优势的这个林奕成直接来攻击得分。刚刚那个球有点是身高的差距，是身材球，对。好，场上比数13-18，由新丰国小来发球。第2局打到目前为止，礁溪国小一直保持稳定的领先哦，并没有让新丰国小太多的机会。这个球就接得好，许学文也稳稳的送到4号位置。好球，这球扑得好。好，礁溪的机会。哇，这个时候是新丰国小的触网。像这种球其实蛮可惜的。新丰那边有守起来的话，然后却前排的狼王者触网的话，那其实这种球其实对防守起来那个人还感觉士气还蛮伤的。是。好，处理进之后，新丰的机会。这几颗球都是有点靠网的情况哦，所以攻击手也没有办法完成攻击的动作，所以只能靠吊球。对，然后你靠网要吊球的话，你如果又没吊得很高、吊得很远的话，就很容易被抓下来。对，很容易被拦到。哇，又是一次发球的失误。礁溪这段时间发球失误真的偏高一点。但是他们竟然还有着6分的领先，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失误再降低一点的话，或许他们今天领先的分数可能不止6分。对，反而是新丰这边开始发球在加压。好，这时候是宜兰县礁溪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之后呢，宜兰县礁溪国小
还是有这5分的领先。哇，好球哦！现在开始慢慢的在改变打法了。对。而且有时候这种高大球员哦，再往前跳起来，你本身防守就会有很大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的手法又更多的话，你会没有办法去掌握住他的攻击。对。哇，这个球就发得很硬，质量又很好哦。哇，在一来一往之间哦，自己的发球失误，然后对方发球又持续加压哦，所以现在感觉压力有一点点回到礁溪这边了。礁溪这边还是要谨慎一点，因为4分领先而已。好球，扑得好。哇，可惜啊，最后是攻击出界哦，不然前面其实都有成功的去防起这个礁溪这边的攻势。其实我觉得两边在一些扑球、地板动作其实做得蛮好的。好球哦，这是一个倒身的手背哦。像这个就有点可惜啊，因为球毕竟比较开腕又比较短，让他最后的手腕扣下来，应该是要把它扣长一点，机会就比较大一点。是，好，场上现在取得第2局局末点的是宜兰县礁溪国小。哦，好球！很好，像刚刚那颗后排的出球就很棒，因为他就把球打长，然后手腕有包到。对，那自然而然礁溪这边在防守的时候，他的手背的力道拿捏度就会比较不一样。哇，这边发球持续的加压，那也导致礁溪国小这边出现接发球的失误。好球哦！好，在宜兰县礁溪国小队长的攻击得分之下，第2局25-20，由宜兰县礁溪国小获胜，顺利扳回一城。双方要进入到第3局的决胜局。
好，欢迎大家再回来哦。那前2局呢，双方各拿下1局哦，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一场6年级决赛非常关键赛事的决胜局第3局。嘉轩怎么看两队在前2局的表现？礁溪在第2局是发球失误多一点没错，但是他其实如果有发进去的话，其实都会造成新丰国小的接球失误。对，那可能在这一局，新丰就要注意他们的接发球稳定度。如果真的不好接的话，就可以先接高打修正球，因为毕竟他们第1局跟第2局，他们其实修正球其实还蛮漂亮的。是，对。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新丰国小在这一局的发球。哇，第1颗球就发出了发球，直接得分。其实感觉现在新丰像第1局讲的，就是他比较没有压力在，对，所以他比较放得开。是。哇，好球哦！这个是有一点点运气球的成分哦，因为他并没有完全的掌握住球。攻击的最后1刻，想要尝试用吊球的方式，哇，又是发球的失误啊！礁溪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那教练可能要有所提醒。好球，当然，这新丰的举球员哦，从接近4号位的位置，还能够反举回去到2号位，也这样子的举球，小边调到大边，其实也可以帮攻击手清出一个比较好的攻击空间。对，而且刚刚攻击手也没有想要把它硬扣下来，对，还是打长，是技巧性的处理。然后这个就是稍微手腕撇一下，是。哇，礁溪这边可能有一点小压力哦。对，开始哦，球员的情绪上面哦，可能开始有点浮躁了哦。小朋友也是对这个求胜渴望是非常高的。在这边看站位是不是要再往前半步？因为感觉现在新丰的发球是落在前排居多。好，这时候宜兰县礁溪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在这场球赛的决胜局里面，目前是新竹县的新丰国小4-1领先。这一轮的接发球，礁溪这边要注意一点。对。好，成功的接起来，交给队长。好球！哇，这个斜线攻击有点带切的这种攻击方式，手腕运用的很好。3号的林焕廷，往往这种球是最难守的，因为最后一个手腕判断是最难判断，对，因为是些微的变化而已。好球，一样是我们20号的球员。这段时间陈宏卫在往前几波的2号位的攻击都能够顺利的帮助球队得分，6-2，新丰领先。这球应该没有了哦，持球了。那礁溪这一轮赢过之后，就是看新丰国小这边的接发球。好球，好，有所防备，救起来。哇，这个球修正给谁？哇，好险！好球，还有，这个球又是一次的持球。
不过看得出来，新丰国小的防守意识还是很强。对。好，这个球有判断到是界外球。其实这种失误就比较可惜哦。对。好，这个时候新丰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结束之后呢，由目前暂时落后1分的宜兰县礁溪国小来执行发球。那第3局呢，不只是斗的是大家的体能哦，还要斗所谓的这个意志力啊，所以大家一定都要坚持下去，也要非常专注。对。这个时候是礁溪的拦网触网犯规，领先又回到了新丰国小这边7-5。好球，打守得好。好，这个应该是蛮清楚的哈，前排拦网球员确实有一个 touch。好，这时候分数也来到8-5，新丰国小领先，双方换边继续比赛。感觉现在礁溪国小的小朋友的气势有点低迷一点。是。通常这个时候，嘉轩，如果你是教练，你会怎么样去来鼓舞选手？当然，如果有暂停下去的话，一定会跟小朋友讲说，放开来打，然后心态上慢慢来，就是一直要灌输他们这个比较正常的心态。对。好，接发球，哇，没有接到位哦。好球，敢打。这个球拦网的动作就做得很扎实，而且定点也做得很好。其实礁溪只要好好的去处理球，他们在身高上面的优势，目前来说的前排是有的。对，特别是有16号的这个选手在场上。相较来说，新丰这边处理球上面就更有所谓的经验。对，打手法比跳较多，对，手法比较多。还有，做得好。好，新丰的机会，哇，这个球歪掉。还有，哇，这个球就可惜了。是，所以国小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要加强所谓的基本动作？像以这个球来说，这么高的球过来，我相信这个球对于嘉轩来说，应该是比吃饭还要轻松哦。对，就是你要他落点要先找好，是，然后你在哪一个位置接球，对，力道要控制好。还有那个手部的动作要做得很扎实。好，这个时候发球 S 之后，礁溪追到只剩1分落后，8-9。还有，好球，救得不错。好球。我觉得换场过后，礁溪的气势又起来了。是，所以球场上面这个风水哦，还是真的宁可信其有。当然，选手的主要自己本身技术上面的调整跟教练的叮咛哦，还是有它的效果存在。
好，在新丰国小喊完这一次的这个暂停之后呢，双方再次回到场上，目前是9-9的平手，在第3局又回归到原点，双方是平手的状态。看一下最后6分，双方来怎么样来做因应。好，成功的拦网起来之后，组织进攻。还有。感觉在比赛的后半段哦，这一局的后半段气势好像又回到了哇，又出现发球的失误。这个发球失误就比较真的，可能对礁溪这边又更有压力一点了。不过好险哦，真的不是出现在所谓的关键时刻，就是可能13、14分的时候。哦，目前还有机会。哇，高起来就有了。哇，守得好。哇，这个球就是新丰国小这边防守圈真的守得很棒哦。哇，这个应该也是想要尝试加压。对。双方都不想放过任何可以直接得分的机会哦，所以在发球上面还是实施比较加压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哇，又是一次发球直接得分，这个时候发球加压的效果就来了。对。嘉轩，你在面对到这种决胜局，特别又10分以后，甚至11、12分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的心态上面会不会比较有压力一点？其实我觉得压力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对。但是其实我们都会告诉自己说，如果真的是不好接的球，你宁愿把球接高，告诉自己这样，而不是说，我这个球一定会怕说他的发球多强。就是你对自己的心理建设要很够。我觉得这有点像墨菲定律，就是你越怕失误，就真的失误就会来找你。对，所以就是要一直告诉自己，我可以。对。啊，新丰这边又是发球的失误哦，所以双方在发球失误上面的把握度，你进入到决胜局，而且到后半段又更加的重要。对。哇，说得好。还有。哇，好球哦。这个球应该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一次攻防哦。好，这个时候宜兰县礁溪国小来到本场比赛的赛末点。这种球往往都是带起气势的球。好，还有，哇，这个球可惜了。好，那在攻击失误之后呢，宜兰县礁溪国小面对到强劲新丰国小的强劲挑战，还是最后能够顺利稳住阵脚，在第3局以15-12获胜，以总局数2-1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恭喜宜兰县礁溪国小能够顺利晋级到4强。那新丰国小其实比较可惜，在第1局就已经获胜，而且带给这个排名第1的这个礁溪国小很大的一个压力哦。但是最后还是一些关键的失误，造成这场比赛的一个输球哦。那嘉轩怎么样看这一场球赛两队的一个表现？其实我觉得新丰国小已经表现得非常棒了，只是因为在礁溪国小第3局后半段真的有守几颗蛮漂亮的球，然后加上举球人在举球稳定度上跟攻击手处理球上确实在最后1局表现得好一点点。对，那是他们第3局能最后我觉得领先跟获胜的原因。是。好，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还有嘉轩一起来欣赏这场精彩的赛事。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赛事要继续推出给大家。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HotSport 频道继续来收看这一次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
好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欢迎透过 YouTube HubSport 频道来欣赏113年全国第53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那今天呢，转播要为各位推出的是第4场的赛事，那也是6年级男童的决赛哦。这场球赛呢，是由桃园市的中山国小要出战台南市的六甲国小。那我是主播黄宏清，继续来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屏东台电男排的当家自由球员余耀男神球星李嘉轩，一起来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宏清一起来欣赏这场精彩的球赛。嘉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电男排自由球员李嘉轩。好，那这场球赛呢，哇，6年级的赛事真的是场场精彩。上一场呢，这个宜兰县礁溪国小面对到新丰国小强劲的挑战之后，最后还是稳定住阵脚，以2-1来获胜，那顺利晋级到4强。那这场赛事呢，中山跟六甲谁能够获胜，谁也能够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Four， 就是4强的部分。那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中山国小在今年呢是以全国积分的第4名进入到中华杯，那六甲国小是积分的第9名进入到中华杯。那在这场球赛之前的预赛呢，中山国小是 D 组的第1名，然后六甲国小是 B 组的第2名。好，球赛开始哦，首先是由中山国小发球之后，现在双方进入到激烈的缠斗。哇，这一球是六甲国小的攻击出界。感觉在中山这边的拦网排面刚刚做得很好哦。是。台南应该算是嘉轩的故乡，对不对？故乡是。那个时候打球的时候，因为你不是就读六甲国小嘛，那个时候的六甲国小的实力怎么样？我是就读东阳国小，那时候其实六甲国小的球员其实都非常强，然后他们打完之后就直升六甲国中。那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培养选手的。对，六甲这个地区虽然不大，但是是排球的发展的重镇重地啊。对，培育多非常优秀的选手。包含像现在在企业联赛的胡小佩，对，然后早期的这个我同学这个台电的黄建逢也都是来自于六甲，对。哇，在开局六甲国小这边可能要再加把劲一下就被取得3分的这个落后。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小，它其实它的拦网定点其实定位非常好，对，所以迫使六甲国小在攻击手在攻击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压迫性。是。有时候你拦网定的好的话，对于攻击手来说就是一个莫名的压力在那边。那现在六甲国小这边可能教练有提醒我说，可以把球坐在2号位置，因为中山国小在4号位拦网的时候，球员比较娇小一点。对。这时候举球员的价值就出现了，对，你就是要用你自己最强的攻击手去对到对方最弱的拦网。对。其实这就是一个排球场上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是你要用你最好的东西去打对方的弱点。好，六甲国小慢慢回稳现在追进了2分。哇，这个就好球即便三个人在拦网，他也是可以突破。中山国小的9号赵以德。哇，他的身高呢也有171公分了。171公分，现在已经跟我一样高了。对不起，我今天讲到身高的部分的话，嘉轩可能就是会一直戳到他的痛处。没关系。但其实，在排球这项运动本来就是比较看重身材条件，对，除非你是自由球员。是。对啊，所以自由球员，所以嘉轩你不用太 care 身高。还是可以生存的，对，防守能力就可以弥补这一切。对。
好，场上比数4-5，中山国小领先。好球！好，又是9号的赵以德。这球有点看另外一边打另外一边，在手腕的运用就非常棒。哇，中山国小这边除了赵以德之外，还有一个1号的这个魏浩瑞哦，他身高有172公分呢。这个球其实对于中山国小蛮可惜的，因为其实在拦网方面，其实已经有把它拦到变比较高的球哦。今天这场球，双方的家长或是学校的老师都分别带来了非常坚强的加油团。哇，接发没有到位哦。8-5，中山领先。轮到9号赵以德发球，好球！这个攻击的助跑的动作很大哦，但是最后好像没有完全的掌握住球。不过打进，就像嘉轩说的，能得分就是好球。不管用什么方式能得分就是好球。哇，好球啊！能打在那个斜线的位置，真的是手腕跟身体的控制能力很好。修正球，好球！好球！这个球打得也很有水准哦，而且出去的质量也很够。是7号的陈柏轩，身高也有接近170哦，169公分。哇！这个球用他的力量哦，硬是把球这个直接贯穿进来。这个球最后拦网的手势没有伸过去，所以就踢不下去了。哇，好球！还有吗？要小心！哇！哦，球员还是不要受伤哦。但这种拼战拼救的精神就值得鼓励他们了。嘉轩应该也有蛮多这种经验，就是往往那个球员席那个地方去追球。对，通常蛮多的。通常来说，教练都会把椅子拉开，然后让你去救啊。如果他发现真的救不到了，他会直接把你整个人抱住这样子。好，轮到6甲国小这边来发球。好球！这个球的包球的手腕跟质量是非常重。对，7号的陈柏轩。6甲到目前为止都紧咬比数，而且现在甚至是追到10-10的平手。这个是拦网的定点，另外一边可能没有很紧密。对。还有，好球！这颗球就有把手势做好哦。因为这个球赵以德他选择的路线上面是比较明显的，对，所以也让拦网能够很轻易的去掌握住他想要打的路线。
这个球没有搭配好，六甲的机会。好球！确实，在队上呢有一位有决定性的攻击手，只要防守起来，几乎球交给他就对了。好，这时候场上比出12-11，这个时候桃园市中山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之后，继续轮到六甲国小2号吴俊佑来发球。目前领先的是六甲国小。好，这边也是成功防守起来，看一下陈柏轩怎么来处理。哇，这个球应该是直接攻击出界。12-12，双方再回到平手。好球啊！针对陈柏轩这个点中山国小应该要再稍微的研拟一下，要怎么样来拦他的球。好球！这个球打了一个斜线，带到了一个完全非常没有人防守的一个落点。这个球就是靠手腕硬撇过去。对。哇，好球！这个时间差搭配，平常应该练得很多。是，而且这个球陈柏轩感觉有刻意拉高打点。对，打点非常的高。哇，这个球处理得好哦！他看到3个拦网的时候，就顺势的往右边一掉，这样蛮聪明的。那刚刚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陈柏轩他用的是所谓类似像攻击扣球动作的这个发球方式。那我们在国小的排球有明文规定就是国小是不允许用跳跃发球的，所以大部分的都是采漂浮球。那比较少见的是像刚陈柏轩用的这种扣球式的发球。其实我们以前在我那个年代，在小学生在打的时候，还有人是用侧旋的。他球是丢侧旋的，对，然后这样扣出去。是，所以那个球的轨迹会跟你正面扣的球轨迹不一样。对，但现在就是比较少那种侧旋的，就是正面扣，因为有时候你侧旋在扣的时候，对小朋友的手臂会比较少。这球比较可惜，出现失误了。好，接连的失误之下呢，台南市六甲国小这个时候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继续由桃园市中山国小来发球。哇，好球哦！整个在防守起来的转换攻击做得非常的流畅哦。其实这种反击球往往都是可以扩大领先的优势的一个方面的。特别是你在落后领先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防守起来得分就是最好的一个
延续领先或者是追进分数的最好的方式。对，气势球，气势球。好球，这个也是靠手腕硬撇回来的哈。那嘉轩，我们看到刚刚的六甲国小这边，他是直接原地就往前扑，这个时候他的防守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其实以刚刚那个位置，中山国小在这边修正球攻击的话，其实六甲国小防守圈可以再往前稍微半步，因为在那么远的攻击，他不太可能会打到很底线的球，是他一定是用手腕、用身体去骗你，然后处理球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防守的脚步应该要稍微做一些趋前。对对对。然后修正起来，这个又是一个软弱的修正球攻击。哇，好球哦！这个球就搭配的很好啊，举球员把球举到位，那信师的攻手就很好打。对，1号的陈佑俊在2号位的斜线攻击得分。六甲国小继续紧咬比数，目前只剩下1分的落后。哇，好球哦！可以把球打在差不多4米、3米的地方，真的是蛮恐怖的。当然，攻击得分的是1号魏浩瑞哈，我们刚刚有提到他的身材非常的好，有172公分。哇，好球哦！这个时候他也运用陈柏轩也运用他的手腕，让球旋转得更快，而且让他提前下坠。哇，接得好！哦，改变打法。这个球有没有触网？有。不过刚刚哨音似乎来得有点慢哦，最后还是有抓到了陈柏轩的触网。其实中山国小这边攻击手比较有优势的一点是他们会软硬兼施，是对改变不同的打法。对对对。那六甲国小就是接好球之后，举球员跟攻手配合的很好。20比19，中山国小领先。哇，好球哦！这个球应该也是防守接发球的站位，是不是站得有点太后面？对，他如果想要站那么后面的话，他可能就要交代前排的那个接发球人员帮他卡把前面的球，这样。哦，好球，守得好。这边同样是防守起来。哇，好球！像刚刚这颗其实球没有到很好到4号位置，那在陈柏轩这边方面还可以，跑进去直接往直线扣打，因为他取奥其实还算是比较困难的技术啊，对，但是发挥得很好。哇，这个球眼看陈柏轩已经把球打到界外，结果在飞行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之下，中山国小发生了触网。好，接发球起来，哇，好球！对，带到了一个斜线的位置，刚好那边也没人防守。这个战况还是很焦灼哦，双方只有1分的差距，直接硬赛啊！而且其实在后半段的，其实在接发球的压力一定会变得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还有哇！所以小选手们在这个时候就会心态上面会比较浮躁，对，比较急躁了一点。因为其实大家都想要赢，对，所以在心态上后半段心态上其实就是会比较
起伏比较大一点。是，好，这个时候台南市6甲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场上比数是23-22，由中山国小领先。一样是后半段的发球跟接发球的稳定性要高一点，那就是优势就会在那一边哈。这球还有好球，哇！最后这个手势，有时候球节奏很快，你又很想要赶快把它送过网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出现，比如说持球或是连击这一类的犯规。对。哇，好球啊！哇，这时候赵以德的攻击得分之后，帮助中山国小来到第1局的局末点，24-23。处理。好，最后是中山国小的得分。第1局比赛结束，以中山国小以25-23率先拿下第1局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第2局的比赛。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回到这一场由桃园市中山国小出战台南市6甲国小的赛事。那第1局呢，其实双方的比数是非常接近的哦。那最后是中山国小拿下第1局比赛的胜利。那第1局中山国小之所以能够获胜，嘉轩觉得关键在哪里？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9号球员赵以德的发挥哦，因为我觉得在后半段他其实他的攻击
变化性比较多，所以造成六甲在拦网啊、防守啊比较没有办法准确的去摸到他的球路这样。那就看这一局六甲能不能这边有一些教练指示去怎么拦啊，怎么守，去守中山国小这边的主力球员这样。是。那六甲国小这边，除了刚刚嘉轩所提到的，那其实第一局我们看到陈柏轩的发挥也是非常的关键。对。其实两边都有他的主力球员在发挥了。那我觉得最后面可能就是在后半段。在处理球啊，在一些失误上要控制好。是，对。好，第二局先由六甲国小取得2-0的领先。哇，现在变成3-0的领先哦。所以我们国小的比赛，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好像这个球队领先稳定的那个状态，并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就是说不是很稳定。因为毕竟是在小学阶段，所以在技术上跟心态上，并不会像国高中或者是成人队的那么成熟。是，对，所以你就看教练就会在旁边一直喊，一直提醒，所以这是教练最主要做的工作。对，我刚刚看到这个国小的比赛，教练通常带完一场球赛下来，几乎都沙哑了。对。哦，好球哦！又是陈柏轩的高打点哦。刚刚那颗球就处理得非常好，他就只是跳起来，轻轻的把球扣过去，那就会产生一个不错的效果。是，那这场球赛获胜的一方同样能够晋级到最后的4强。好球！这个攻击的力道就非常大。看到目前为止，陈柏轩他不仅是打点高哦，他的一个攻击的磅数来说，在国小来说也是比较重的。对。这个在仰角可能没有控制好。是。打得太长太高了。比数7-2，六甲国小领先。这个球并不是在一个很好的位置让陈柏轩来处理哦，所以也影响到他一个攻击的节奏。谁触网？最后是中山国小的触网。我看教练非常的激动啊。都要一直提醒小球员做什么事这样。但是有时候这种太积极的拦网，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对。好球，看来提醒是有效果的。对，魏浩瑞1号的魏浩瑞成功打了一个斜线攻击。哇，这个球就处理得很好哦，他只是轻轻的把球稍微扣过去就得分了。好，现在轮到六甲国小来发球。补得好。好球。哇，又是触网。小学的比赛里面就很常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犯规哦。其实这种失误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对。但如果你在成人队的这种触网过多的话，那就是会造成球队输球的主要原因。
因为像嘉轩你们在打的企业联赛，真的输赢可能就是在那1-2个关键动作，对对对，跟所谓的失误上面都会影响到这场球赛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对对对。哇，这时候六甲国小持续扩大比分的领先，目前来到10-5，5分的领先。哇，好球，接得好。哇，这是有一个手腕的轻扣啊。对，而且很聪明哦，带到了一个斜线没有人防守的位置。好球！其实就是像刚跟第一局的一样，其实如果六甲他们接得好，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就一定没问题了。很聪明的打法。对，这一颗狼王者他的手就没有包好了。这球被挤压到，这段时间其实中山国小自己发生的失误是比较多的。对，像攻击的失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山国小赶紧再喊出暂停。再领回来，比数13-6，六甲国小领先。哇，又是一个比较前区的发球，这个时候球员等球发出来再做移动，嘉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慢？哦，对，这样就有点太慢了，因为其实排球是一个瞬间的一个球赛，是，所以你要先大概去预判它的路线跟球点。你等球出来再移动，基本上因为你跟不上球的那个速度，对，所以一定要先提早到位。对，所以其实接发球的站位很重要。对，你要知道对方的发球习性、跟落点、跟路线。好球！哇，赵以德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又要拦网，又要攻击得分，然后有时候还要帮忙接发球，全能型的球员。是，哇，这个球发得漂亮，几乎是贴近网子上方的网带过去的非常的平。哎呦！哇，好球啊！其实我觉得陈柏轩应该可以再勇于去尝试打直线这个位置因为毕竟，中山国小这边有一个比较高的赵以德在前排。对，其实刚刚已经被连续拦了3颗。对，那其实打法应该这是暂停下去，教练会跟他讲，看可不可以打个直线，或者是吊个球，破坏一下他们的拦网的排面或者后面的防守阵型。对，所以这个时候六甲国小赶紧再喊出暂停针对球员的部分，因为这段时间被中山国小把分数给追进。
球，特别又是暂停之后的发球，这么敢发。这边六甲国小这边的站位可能要调整一下，因为暂停前也是好几颗落在前面。好，这时候1号的陈佑俊赶快止血，15-11，还是六甲国小领先4分。哇，这个球就接的比较靠网一点那因为举球员是后排的关系哦，所以也不能上网哦，跳起来去做争球。处理。在往前就是赵以德的天下哦，具有很好的身材优势。哇，这个就有可惜哦。这个球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可能在攻击手跟举球员在沟通上是不是有问题？他想要举到哪里，但攻击手以为他会举到哪里，是，然后反而好像把他的位置给卡住。对对对，那路线都卡死了。哇，这一阵子中山国小拦网，非常好啊。是不是在追分的时候，拦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对，因为他就是有点就是防守嘛。然后这个好球，哦，他有点改变他的打法。好，17-14。哇，这个球其实脚可以先动，对，因为球其实喷得够高。像这个球前排的拦网已经尽可能做到他们能做的。对，那所以这个也是算是一个成功的拦网，只是说看后面的球员能不能够再把球接起来。对。哇，这时候有点太急了哦。其实六甲前排还是有很多的攻击手可以哦，不一定说一定要很勉强的都要交给陈柏轩。但是在六甲这边，接发球要先再稳定一点。哇，一度领先到8分哦，现在被追平了。哇，而且现在发球又是中山国小这边9号的赵以德，发球质量又还不错。哇，这个拦网啊，观念很好哦。趁对方还没有上来的时候，赶快先把球压掉。好，这时候台南市六甲国小喊出暂停。好，这边也跟所有的观众朋友预告哦，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还会推出3场精彩的赛事要来给各位哦。那分别是在下午的3场球赛呢，是2场6年级女童组的决赛，那是由台北市五常国小要出战台中市的力行国小，那还有新北的文林国小要出战的是苗栗县的卓兰国小。那最后一场呢，则是6年级的男子组的赛事。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继续透过 Hotspot 频道来欣赏中华杯排球锦标赛。好，我们回到这场比赛，中山国小
这球被拦回来，补位做得很好哦。哇，又是往前的争球。其实往前的争球来说，对于中山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优势了。对。应该说对六甲来说比较没那么多的优势，因为中山国小的现在目前的网子前面的高度是很高的。对，没错。而且现在发球又是我刚刚讲的9号的赵宇的发球质量又够啊。对。而且看样子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脏比较大颗，所以也是很敢发。很敢发，很敢发。那个球点出去就是看那个质量就会不一样。但这个就可能点得太大力了。不过目前领先的分数还好，21-18，中山国小领先。六甲国小要再加把劲哦，还是有机会可以追上，甚至逆转哦，来取得胜利。对，3分而已，3分。是。好球哦！这个球线也是打得很长哦。虽然这个时候赵以德来到了后排哦，但是前排还有一个1号的魏浩瑞，继续提供攻击火力的输出。那嘉轩，你觉得在第2局一度落后8分，然后现在能够把分数追上，甚至现在又反超对手，领先这么多，中山国小做了哪一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他们拦网的布阵，对他们有针对对方的主力选手去做拦网，再来是他们的发球很稳又有破坏性。那当然，这样一来一往，分数就会慢慢越来越近这样。是好的，那现在桃园市中山国小来到本场比赛的赛末点。这一颗就有突破他们的拦网数。那其实你会看，其实中山国小在于中间3号位置的拦网，他们都是一定2个人在拦他们。对。好，这时候中山国小非常的谨慎哦，再喊出一次暂停。好，暂停回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哦，中山国小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攻防就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或是六甲国小还能够将战线持续的延长？好，接球起来，还是交给魏浩瑞，还有好球。好球是。比赛到了后半段哦，只要能够有攻击机会，绝对都不要放弃掉任何一个机会哦。对，没错。还有，哇，关键的拦网，1号的陈佑俊，刚刚一记漂亮的精彩攻击之后，这次又是一个关键的拦网。21-24，六甲国小还有3分的落后，继续加油。哇，没人。中山国小感觉有点被打懵了哦。哇，最后就可惜啊。对，太想要用力哦。对对对。好了，那所以在陈柏轩的攻击出界之后呢，第2局的比赛也结束，25-21，由桃园市中山国小拿下胜利，同时也以总局数2-0顺利的挺进最后的4强。要恭喜桃园市的中山国小。那台南市的六甲国小其实非常可惜哦，在第2局，包含说第1局的时候，其实也都分数咬得非常近。那第2局更可惜是从领先打到落后，然后最后是落败哦，比较可惜。那你觉得他们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六甲这边的可能在第一波接发球比较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攻击手在处理球方面可能手法要再更多一点，因为毕竟
中山国小在前排的身材是有优势的，嗯像在第2局他们就拦了好几颗，是，再加上他们的中山国小他们发球蛮有破坏性的，那这样久而久之就是分数一直就会被追上或被拉开这样。是。那中山国小其实这边呢，都虽然有落后，但是其实也看得出他们选手还有教练都很积极的在寻找这个调整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帮助球队回归到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拿下比赛的胜利，非常恭喜桃园市的中山国小。好的，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等一下还会陆续的推出2场6女的赛事，以及1场6男的赛事，请各位观众朋友持续来锁定 HotSport 频道，跟着洪青还有球评嘉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赛事。好了，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下一场精彩的球赛再见，拜拜。
好的，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透过 HotSport 频道来欣赏113年全国第53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那今天要为各位继续来推出精彩的赛事，是由台北市的五常国小要来出战的是台中市的力行国小。那两支球队分别在今天的上午都获胜，晋级到了最后的4强。那也就是说，这场赛事的获胜一方将可以晋级到今年度中华杯的冠军决赛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争取最好的名次哦。那我是主播洪清，那继续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屏东台电男排有鱼跃男神之称的当家球星自由球员哦，李嘉轩，嘉轩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场精彩的赛事。嘉轩好，洪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在稍早的比赛呢，力行国小呢是顺利击败了台南市的安庆国小。那台北市五常国小其实早上也跟嘉轩看了那场精彩的赛事哦，是击败了莺歌国小哦，挺进到了最后的这个4强。那在赛前呢，比较大家会比较看好的是台中市的力行国小，而且他们也是这一次中华杯在全国积分上面的排名第1名的球队。好，这球防守起来还有。好球！其实，在女生组很少看到有这种像这种 A4 快攻、对，比较少快攻，对。好球！那五常国小在稍早击败莺歌国小的赛事哦，其实也是靠着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很黏的防守啊。那面对到攻击火力更上一层楼的力行国小来说，看一下他们这场球赛能不能够像第一场球赛一样有很好的防守的表现。就看发球能不能先破坏力行国小的一些发球这样。好球，修正好，好球。哇，这个球就可能发球力道有点太大哦。好，第一局的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哦，这个台北市的五常国小一直发挥的非常的好哦，那目前还是稳定领先力行国小。所以其实打起来五常国小是比较稍微没有点压力的感觉。是，毕竟今天早上赢了那一场关键的赛事，确定进入到4强，所以选手在心态上面应该是更能够放松来迎战这场的比赛啊。哇，这个球就有点太着急了，想要把球处理过去哦。因为球已经很低了，然后手又直接拖下来，那自然而然球就会过网。哇，这个球可能手腕在控制的方面，可以再稍微的往另外一个角度再打看看了。哇，这个球跟到了最后，结果球还是落在界内啊。针对这种接近端线的这种
接发球，嘉轩，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要像刚那位球员要跟到底，但是有时候你跟到底又放到又硬赛的话，那就有一点太可惜。当然，但如果你真的不确定的话，那就是扑下去把球接高也可以。是。如果你跟到，结果最后还是落在界内，也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真的对手发的太漂亮。对。这个在攻击的力道就很够，是，他打出去打到篮网的手，就球就直接喷掉了。好球，这个发球很平啊，平又飘。因为本身发球的这一位2号球员哦，他的身高有172公分哦，所以加上他的手臂举起来之后，可以发出很平的这种发球哦，这个也是他的优势。对，没错。好球。这个球第一颗球接的质量并没有接得很好。其实，在例行国小刚刚那个 A4快攻其实也处理得很好，因为其实球感觉好像有点太低，当然就是直接把球调过去，做一个轻调的动作，反应非常快。好，又是例行国小的呛死球机会，哇，这个球有点接得太靠网。快攻。有这个球是五常国小的直线攻击落在界内。好球！这个球也是手腕的运用，硬把它拐到斜线的。好，现在例行国小要回领先哦，9比8，1分领先。对，已经连续好几波五常国小都是打了直线的进攻。好，那所以看一下例行国小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拦网上面路线的改变？对。好，这球手漂亮。哇，一样还是差一点啊！对，一样还是差一点啊！对，又是直线哦，所以例行这边的定位可能要改变一下哦。假如说真的，如果篮网来不及去包他的直线的话，那是不是就直接站在直线，用一个定点的拦网方式去把定点做好一点？可以改变另外一种方式试看看。那当然，双方球队在今天稍早都有进行一场赛事哦。那如果说以体力层面来说的话，早上例行呢是打了2局，五常国小是打了3局哦，所以可能在体力的部分来说的话，可能例行国小会有一点点的优势存在。对。那嘉轩应该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所谓那种1日2战或是1日3战嘛，对不对？对，因为现在在企业联赛几乎都是1天才1场，是对，然后到国际赛也是1天都是1场，对。那当然我们的是5战3胜制，对。其实打下来一场球赛，有时候太激烈的话，像之前我播企业联赛的时候，大部分还有播到3个多小时的，对，都有可能。对。好，再回到这场比赛哦。那五常国小这边发球过来之后，例行国小的接发被破坏。哇，这个想要拐一颗斜线，但好像手这拖得太下来了。
这个球可能接得太靠网，或者是举球员他的找位落点的定点没有做到很好。对，而且这个球很明显手指头 hold 住的力量已经被来球的那个威力已经都被吃掉了。对，好球！哇，好球！所以其实看起来五常国小是没有在怕这个中华杯积分第一名的例行国小。好，这时候例行国小看苗头不对，赶快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继续由五常国小的队长8号林宇轩来发球。哇，这个拦网，这个拦网有抓到他的位置。对，而且这个球是直接拦死，但是在前几波我们可以看到，就算五常国小没有把球直接拦回去，但是他们的定点判断的非常的准，对，所以都可以去减弱掉例行国小这边的强扣球。对，哇，这个球真的是靠身材把点拉高，直接打首尾的球啊！这种球就真的比较难守一点，对，因为他是直接从手上过来，后面并不会有站防守人员的的一个调度啊，是。所以你现在在气脸守 Brian 的球，大部分应该也是这样的状况，对不对？守尾。如果守中的话，就守深一点，我们拼 touch out 的球。对，因为嘉轩所说的这个首尾球等于啦，我们可以说是就等于没有拦网。对。所以整个球场都是他攻击的范围。对。所以难怪防守的难度就是在那个地方。而且重点是他不怕球。是。这个时候落后的例行国小又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继续送给五常国小更大的一个领先的范围。哇，好球啊！哇，172公分的身高哦，从4号位这个地方打下来哦。他是直接飞进去，然后扣在3、4米那个地方啊。哇，好球！还有，哇，这个时候刚刚4号位的长攻，他又可以转换成往前的 A 式快攻哦，非常的全面。好，这时候喊出暂停的是台北市五常国小。好，暂停回来哦。刚刚我们一直在谈论到的例行国小2号的这个巫心玉哦，他其实身高有172公分，那看得出来他的攻击的手法非常，而且他的可以打的位置应该也蛮全面的哦。对，而且他刚刚手腕的变化其实还蛮漂亮的哦。其实国小如果你身高够高的话，可以打很多不同的位置，跟很多不同的战术，真的。那通常都是到国中才会安排你做一个专属你的，就是定点这样，对，专位专项这样子。好，这时候又出现了失误哦。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双方的比数来到17-17的平手。
哇，这个就没人。这个其实如果举球员真的来不及的话，旁边的攻击手可以帮忙做修正。对，因为毕竟你排球还是一个团体项目，对，就要互相帮忙。对，这个是需要平常训练的默契吗？还是对，我觉得默契比较重要。对，因为练习一定都是每天在练，那你的这一批选手，这一个年纪的选手一定都是生活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默契的一个互相帮忙的一个成分。是。好，在17-17平手之后，又被力行国小连续的发球得分，这时候台北市五常国小再喊一次暂停。好，果然这个暂停奏效哦。台北市五常国小立刻拿下1分，现在继续由五常国小这边来发球。好，这球双方持续的缠斗，还是交给往前最高的巫信玉。果然哦，在往前有着这样子的一个身材条件哦，所以处理球上面当然成功，得分率就会比较高一点。又是一个强劲的发球，好球！力行国小9号的张慧瑜，所以国小的球赛哦还是变化很大哦，有可能你可以领先对方很多分，然后又被追平，甚至说有时候可以连续的得分。对，所以其实就从上午的比赛来讲，其实有时候领先4-5分，真的还不够有保险。对。像我们刚刚播的上一场六甲国小一度领先到8分，结果最后还是被逆转。对，其实就变化蛮大的。对，因为毕竟是小朋友，是心情起伏会比较大一点。对。那稳定度当然也没有像成人队哦，像嘉轩你们这样子比较稳定一点。但我觉得这是小朋友好玩然后球赛好看的地方。是，对。这球还有，好球！哇，其实这个球其实还打得还蛮大力，但是在这边五常国小这边也是用力的去守啊。是，哇，哎呦，这个真的要先挡脸哦，而且这个防守的小朋友本身是戴眼镜的，要小心了。这个。这个球就没有包到球，但其实他这个角度其实也不好打。对。好，那很快的力行国小稳定住阵脚之后，持续的领先哦，那也很快来到了第一局的局末点。哇，这个球又是刚刚我们提到想接又想放的。对。那其实这个就选一个直接接起来就好。是，特别是关键时刻，最好你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先接起来，对，至少还有机会。对。好了，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哦，这力行国小呢率先拿下第一局的胜利。
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回到本场比赛哦。那这场比赛呢是6年级女童组的4强决赛，获胜的一方呢将可以晋级到明天的冠军赛。那是由台中市的力行国小来出战台北市的五常国小，这2支球队呢分别在稍早的赛事都能顺利的获胜。那第一局呢，经过双方的激烈的厮杀之后呢，是由台中市的力行国小还是比较稳定的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对，在力行国小这边在网前跟发球方面都比较有优势一点。是，像这颗旋球，哇，就是发得很有质量。对。但是在五常国小这边也是用另外一种攻击的模式去突破力行国小的一个高大的拦网。对。哇，好球啊！这个是身高的优势啊，这个完全就是身材球了，这个没办法。虽然他的感觉攻击时间自己有点掉到，但是手举高，然后稍微往下一压，还是很有破坏力的。这个球就是拦网的这个手的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的没有到位就很容易会让球吞下来。哇，好球啊！双方2比2平手。在快攻力行国小这边快攻部分，他并不会说想要用强攻的方式，他就是起来给你出手快，而且刚刚那个球，攻击手几乎是先在空中等举球员把球送给你，对，这默契要非常好，对。还有，好球！这球还有，哈巴的位置也相当的不错。哇，两边都有精彩的防守哦。哇，好球哦！其实，在这一波里面，其实两边的防守跟卡巴其实都做得非常好。对。只是因为就是力行国小在最后面有一个真正的主力球员跳出来，把这一分拿起来哦。哇，这个2号吴新玉现在站在场上，真的跟其他的球员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还有。这球虽然没配好，但是五常国小也守起来。还有，好球！感觉力行国小在第一局的时候刚开始有点比较慢热，那现在第2局开始好像就找回他们原本的节奏。是。其实，在第一局的中后半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力行国小调整整个场上状态的那个效率是很高的。对。而且其实他们处理球都比较慢，而且高起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在空中扣球的动作。哦，好球！这个手腕贴的非常好。这个球就打得太长了如果说真的要去挑剔力行国小这边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攻击手自己的失误会有点过多。对。还有。
好球！哇，这个就是真正的首尾了。球不用很强，但是打点够高就好。对，但其实五常国小刚刚那个攻击也是很漂亮。他其实也没有在怕你例行国小的拦网。对。好球啊！这感觉好像没有打到球，好像又有摸到球的感觉。嘉轩会不会很讨厌守到这种球？哇，这种的非常讨厌，因为你没办法判断说他到底球线在哪里。对，这个就很像那个接发球的时候，面对到那个擦网球过来是一样的。对，就是你没办法去预测判断到的那种。但往往这种球，通常说都是会得分。是。好，这时候又是一记漂亮的 S 球。所以现在五常国小把分数追到6-6平手。好球，守得好。又是攻击的失误哦，这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例行国小虽然有很好的攻击条件，但是自己的失误率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哇，这一颗球就没有讲好哦。那嘉轩以你的经验哦，像这种发在2个人中间的球，到底是右手的先来接，还是左手的先来接呢？其实你右撇子的，你就可以先接掉，没关系。是，对。但当然，如果你们今天有设定好说，是左边这个人一定要接的话，那就是左边这个人要去移动。对，所以就是赛前，然后是。接球前要沟通好。对。那你会在每一颗准备要接发球的时候，利用那短短的几秒钟，赶快分配一下，看到底等一下发过来是谁要接哪里？会，这个一定会，因为这应该算我的工作。是，就要把每个位置的接发球位置分配好。对。好，来看一下这一球。好球。哇，这个球有点做得太靠网了。其实我觉得五常国小虽然他们身高没有很高，但是有没有发现到打到目前为止，例行国小除了吴信玉打了很多那种首尾球之外，不然其实他们的攻击都被五常国小的从拦网开始一直到最后的防守，就很容易的把球守起来。对，没有错。整个防守那个密度是很高的。那当然，可能他们教练也有下达指示说要怎么守，要怎么拦。对。那当然，如果你遇到那个2号选手吴欣义的话，你那种首尾球，当然就是只能放给他，对，就只能拼看看。那如果真的守不到，就是给他这样。好，这时候分数来到11-7哦，领先的是台北市五常国小。好，这段时间例行国小这边出了非常多的状况哦，所以教练也赶紧喊暂停。好，暂停回来，例行接发球还是没有到位。这个球看一下后排攻击，队长林之庭在后排攻击，今天已经看到他好多颗从后排跳出来，很敢打哦。对。这个球是太靠网了。哇，好球哦！这个也是一个 inside out 的打法哦，往外打，往外手腕往外翻。
哇，还好这个1号球员林子挺他有去跑过去处理哦，不然他这个举球员刚刚在举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没有沟通好？对。好，这个球是一个 touch out。好，被连续的追进之后呢，台北市五常国小这个时候喊出暂停。好，这段时间力行国小连追带赶哦，现在追到只剩下1分的落后。那其实，在五常国小这边接发球的第一波要先把握一下，因为刚刚有好几颗是直接往旁边喷的。对，先接高也可以。对，哇，好球！你看，如果有接高的话，攻击手其实都蛮好处理的。是，而且我现在发现到力行国小在前排的11号哦。这位杜云荣哦，他其实并没有上去做拦网哎，他就只有靠中间的选手去帮他补他的位置。你看这个时候他又不上去拦网了，所以像这个时候如果来到往前的话，就会比较危险一点，因为毕竟你一个拦跟2个人拦是有差的。对。快攻！像这个球，嘉轩，你觉得他设计这样子的战术是正确的吗？有没有可以调整的空间？一定可以调整，但举球员可能有他的想法，但我觉得这颗球应该也是要往4号位举，对，比较有优势一点。是因为毕竟刚刚那个中间林之庭站的位置是就直接站在正中间，对，因为他完全没有移动，手伸上去就包到了，对。那可能在下一波，可能教练也会跟他提示说，看要不要举4号位置这样。哦，还是很强劲的发球哦，队长林之庭。一样还是在五常国小的第一波啊，所以他如果有把球接高，举球员举修正，其实我觉得。五常国小4号位的攻击能力其实不错。对。但是如果你第一波没有把球接起来的话，那就是一环扣一环，你后面就没有再有攻击的机会了。其实我们常常都在说接发球的重要性，接发球的重要性不是说你今天落后的时候接发球就要比较好一点，你在领先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持续稳定住。对。像这样子的球，嘉轩，这个球应该是谁要先来处理呢？我觉得两边的攻击手可以先就马上的过去投喊声我来修正这样子，因为离举球员的位置有一点太远了。对。哇。这个球吴欣玉就有一点点晃神哦，没有那么专注。刚刚其实第一颗的压球应该就以他的身高来说，应该就要得分。对。刚第一颗其实就要把他球压死。对，还留给五常国小还有后续的机会。
好，双方现在在第2局陷入焦灼哦，数次的这个平手。好球哦！立行国小这边如果把球举高，给他的主攻手2号主攻手，那其实完全基本上是99.9%会得分哦。对，就是有点陷入一个无解的状态。对。这个可能出手就有点急哦。对。那请教一下嘉轩哦，我们通常国内你会构成连击，可以从哪一些的一个迹象可以判断出说，他可能是连击？第一个就是举出去球一定会旋嘛，是。那你会旋代表说你2只手推出去的力道是不平均的，对。那当然就会构成连击的范围的。然后有时候是不是还会听声音？对，声音也会对。那其实这种连击持球的这种判断哦是没有办法挑战的，因为这个就是主审的这个主观意识。好，18-17，立行国小领先。哇，这颗球就是拦网，其实牌面做得很好，攻击手又要往下打，那基本上这个球是可能会过不了的。而且刚以他身体的这个面向哦，感觉就是要往吴欣玉的方向打，那基本上这个被反弹回来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哇，这个就比较聪明一点，他使用吊球。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吊球跟台语讲的插球是其实还蛮好用的。是，对，因为他就可以去破坏对手的防守阵型跟拦网。哇，好球！哇，好球！其实可以注意看2号选手吴欣玉在攻击的时候，他刚刚进去的时间不太对。然后他还可以做一个小垫步，去抓那颗球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抓 timing 的时间的技术还蛮成熟的。对。哇，这个球发得很平哦。拦得好哦。哇，好球哦。这时候看这个林之挺的对位已经对上来之后，他的 A4快攻还最后做了一个路线上面的转换。好，发球直接得分，双方又战成20-20平手。在后半段了哈，所以发球跟接发球，相对的接发球可能会有压力一点。好，现在是5场的机会。哇，好球！哇，守得好。哦，拦得好哦。还有，哇！只能说5常国小的运气真的不是很好哦。这个球其实也不是立行国小打出太强劲的攻击，只能说刚好就落在攻击手那边，然后他刚好推到了一个3不管地带。对，刚好是没有人守的地方。是。好，这时候台北市5常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目前立行国小保有1分的领先优势哦。继续轮到立行国小的9号张慧宇来发球。哇，好球，守得好。
看到这2波，林芝廷第一球是采用强攻，第2球就转换成吊球哦。对，攻击手法蛮多变的哦，因为他可能发现说第1颗打不死了，对，然后第2颗就用吊球来试看看。哎呦，守得好，好球！哇，这个也是第2颗就使用吊球哦。哇，可惜啊，这个是可惜。这个球是不是有一点点拦网的起跳的时间不太对？对。然后最后一刻手的侵略性也没有到很好。对哦，球硬是吞了进去。好球哦！攻击的出界，其实2分差而已，其实都还有机会。对，还有机会哦。而且五常国小的发球的威力是不错的。对。哇，好球哦！不愧是队长哦，林芝廷一个强势的进攻，那也帮助台中市力行国小来到这个4强决赛的赛末点。哇，发球直接得分，最后一局的比赛结束，25-21，力行国小顺利以2-0。挺进到明天的中华杯女子组的冠军决赛，要恭喜力行国小。那嘉轩，这场球赛你怎么看2队的表现？我觉得以五常国小的表现来讲，我觉得已经可圈可点了。因为其实面对力行国小这么高大的选手在打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摸得到球，也可以拦得到球，也可以守得到球。那这样一来一往，其实那个来回波数其实非常的多。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场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对 ，OK。那力行国小当然就是靠着吴欣玉还有林芝廷这2大主将的一个正常的发挥哦，所以帮助到力行国小这边能够顺利的来获胜哦。好的，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等一下下一场将是继续是6年级女童组的决赛，是由新北市的文林国小要出战的是苗栗县的卓兰国小。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更精彩的赛事。
那这场球赛为各位来推出转播，一同来欣赏的呢是6年级女童组的第2场4强决赛的赛事哦。那一样有2支稍早都分别获得胜利的新北文林国小以及苗栗县的卓兰国小要来同场较劲。那新北文林国小呢，在稍早的比赛是以2-0赢下了嘉义县的民雄国小。那卓兰国小的部分同样也是2-0呢赢下了苗栗县的苑里国小。哇，那稍早应该是卓兰国小跟苑里国小是上演的同县市大战哦。那最后这2支球队都以2-0来胜出哦。那我们稍早有介绍过了，文林国小是全国积分的第3名进入到中华杯。那苗栗县卓兰国小也不容小觑哦，是第5名进入到中华杯的赛事。所以这场球赛应该实力上面应该是蛮接近的哦。好，那我是主播黄宏清。那同样呢，这场球赛继续为各位邀请到屏东台电男排的李嘉轩来为我们担任球评的工作。嘉轩好，宏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是由卓兰国小来发球。好球哦，打得好，后面守得好，好球哇！这个直接看到直线有洞，直接给你扫下去啊！哇，文林国小的这个7号哦，他们队中的这个郑慈恩。这个手部拦网的手部的那个最后手指头手腕的动作就没有 hold 紧。是。那我想1日2战哦，那分别2队都是最后一场赛事，所以应该也不用再保留什么体力了哦，就把所有的体力全部都用在这一场球赛上面。好球补得好，哇，这个手腕的包覆也是很好。对，而且虽然不是完整起跳的动作，但是放点放得很巧妙。对。那这场球赛获胜的一方将可以跟稍早获胜的力行国小来争夺本次中华杯的6年级女童组的冠军。好，场上比数3-2，由文林国小来领先。好球，又是一记强劲的 S 球。其实这个发球的落点其实蛮刁钻的。嘉轩，你在担任自由球员的过程当中，当然国小没有自由啦，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对手会比较不会去挑战自由球员所站的位置？对，一定是这样，因为通常来说会担任自由球员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是你的接发球跟防守能力有一定的水准。那通常来说，大家都是锁定攻击手，因为第一个你要破坏攻击手的跑动，对，然后跟击球的路线，那这样我们的机会才会比较大。对，因为一般来说很多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球员把球发给自由球员，就会被教练稍微念一下。对，通常来说都是发给主攻手比较多。是。但其实，在国际比赛上，其实他也会有情收，在收其他队伍。那其实，如果你今天这个主攻手你发不死他，或者是没有办法破坏的话，其实他有时候也是会试自由球员。对，他给你试完之后，自由球员之后再回来试这一个主攻手。是，就是有点在玩你的那个心态里面。对。好，我们再回到这场比赛哦。那文林国小这边的后排攻击，郑慈恩这个球就没有把握住哦。对，这个球就手腕有点稍微给他扣下来了。对。好，双方再从头开始，5-5平手。哇，好球啊！其实，在发球你通常都是要瞄准在接近8米
或者是9米那边的地方，因为这样才会受到接球的挤压，这样才会难接难判断。哇，这一颗又直接在前面掉下去啊，这种球更难接啊。对，过往击坠。而且这种球是更难判断的，是对。哇，今天卓兰国小被打了太多这个位置的攻击哦，所以可能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面需要有防守者来顾这条路线？对，如果他的习性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我的防守就要做调整。哇，守得好，好球！哇，这个就很可惜了。好不容易防守起来，结果前排的队友哦出现触网。对。好，接发没有到位，看一下这球，只能呛死球送过来。哇，好球！打到目前为止哦，这个稳定度上面看起来是卓兰国小发挥的比较不错。对。不管说是从防守或是整体的攻防哦，上面都还是比较稳定一点。哇，这一颗也是从手上面过来所以就算后排的防守已经站好他本来应该要守的位置，但是因为既然是从手上面过来，所以攻击的范围就是全场的区域哦，所以你比较难去预测。对。那其实这种球，通常我都会跟我的队员讲说，没有关系，这就给他就好。对，因为这种球我们设定的不是那样子。对。好，这个文林国小的机会。比数8比9，由文林国小来发球。哇，很敢打哦！哇，这个球高难度的拦网，一个很敢打，然后一个也很敢拦啊。对，这个距离太长了，那个前排拦网的这个起跳的时间要抓得很准啊。对。哇，一来一往之间又一次发球的直接得分，现在新北文林国小要回领先10比9。哇，这个在旁边的队友就有发现说是奥赛，所以就有提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点啊，就是可以互相提醒啊。可是会不会有出现干扰的情况？也是会有，就是你明明就是想说我自己判断就好，你旁边喊了一下。跟我判断的不一样，然后我到底要接不接，就影响到动作，会不会？也是会有，是啊。通常来说，有时候教练也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教练在旁边，奥赛，结果是硬赛。哦，对，通常也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那你自己的习惯，你觉得队友到底是要帮你提醒，还是都不要讲话比较好？我觉得一样都是要提醒，但是最主要你还是要把球跟到位，由你自己去做最终的决定。了解。就不管说有任何来自哪里的声音，对。你还是要很专注在自己的判断上面。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因为球是你自己在打的，但是听起来好像蛮困难的。好，后排攻击，哇，又是这个点，这个手腕热培的很好，而且球又很质量够炫，够大力。所以卓兰国小他们的防守弱点，目前看起来是在1号位的这个区域这边。对。靠网球，哇！这阵子卓兰国小连续的失分哦。其实，在国小的阶段，把球接到真的很快的到网子或者是往上的话，有时候小朋友会比较难去处理这种球。对，因为可能比较少练习到这样子的球。对。那当然，打到成人的有时候。这个接发球的力量稍微强一点，就算有一点点接过网，那
举球员还是可以用跳跃举球想办法修正回来。对。那可能国小的小朋友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技术。对。好，双方打到第1局的中段哦，就是一个互换领先的一个情形。好球！哇，这个球直接被拦到了头上。对。好，现在轮到文林国小的队长黄维新来发球。哇，说得好！哇，这个有点犹豫啊。哇，这个就蛮聪明的哦。他不能打的时候就用掉的。是。那这个球后排的防守，他本身刚开始的站位是不是也站错了？对，他也是站比较后面一点哦。哇，这一颗像他就没有跟到最后面，他直接用身体闪而已。是，其实他可以往球那边靠。那你真的觉得真的奥赛，你再放就好。对。现在小朋友好像都习惯哦，不会去正面面对球，对，大部分都是从侧面让球过去，那这样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对。这球防守起来，还有好球，要处理。打长吊球，哇，这一波是很久哦。是，还有，两边补的都很好啊。哇，这个反好像没有包到球的感觉，但结果是得分的效果。是。哇，看起来这小选手们很喘啊，因为毕竟已经卡完了好几波起来了。这个在女排的赛事比较常见哦，因为威力没有像男生这么强哦，所以来回波数比较多，本来就是女排的一个特别的特性。对。哇，好球！这个拦网定点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几乎没有让攻击手这边有任何的空隙可以来做攻击。对，因为他刚刚那个拦网定点，他并没有跟着人，他是跟着球，因为球已经不够长了，所以他直接往里面移。好，这边做举给2号位的攻击手，3号的队长詹佩乔。好球！在文林国小这边接发球要支援，因为上一轮这个卓兰国小1号球员詹雅文他是发了2颗的 S 球。好，这个时候是新北市的文林国小喊出暂停。好，回到场上哦，继续由卓兰国小的1号詹雅文这边来发球，比数17-15，卓兰国小领先。好球接高都有哦，哇，好球守得好。
又是前排的触网，卓兰国小再得下1分。接高都有，接高都有，哇，好球！这个手腕控制非常好，而且最后一个点也很好，然后扣下去的威力也很好啊。哦，还有。好，看一下这一波卓兰要怎么打。好球！这个球其实可以交给后面卡巴的球员就好，因为他已经等在那个地方，而且动作姿势也都已经就定位了。对，就是他有点太急着想要把球处理掉，他其实你慢一点下来给另外一个人处理也可以。哇，这个就真的是 lucky 球。这个也是嘉轩最不喜欢接的这种球。对。但其实这种球，我们是需要靠举球员去稍微反应一下，因为离举球员最近。所以我们也很常看到举球员有时候对方发球的时候就直接想要跑进来。对。他其实是要稍微的看向对方的发球，然后一边看一边跑进来。对，没有错。好，这时候文林国小又再次要回领先。哇，好球！这个手腕旋得很好。哇，这一颗其实接球，他的身体，最后一个起来太高了，他应该是脚步要先往后移动，对，然后找到最舒服的接球位置，然后才送球。是，他有点一边想要跑，一边想要接的感觉。对，不然或是如果有信心的话，是不是可以用高手来接看？对。好，成功的拦网，后排。哇，好球！我说的好，一样是后排1号位吗？差一点。对，这个球又是自己的攻击失误了。好，这时候新北市文林国小又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场上领先的还是苗栗县的卓兰国小。其实坦白说，打到目前为止第一局啊，双方的表现并在攻防上面都不是太流畅哦，对，都各有失误了哦。但是所以这一局球的关键可能就是说，到底是谁掌握住了比较少的一些失误，对，然后跟一些关键球的处理。像其实这一局卓兰他的发球其实都蛮多，有那种直接发进去 S 的，那所以在文岭这边就是可能沟通上接发球要做好因的措施。是。好，这个吊球掉下去之后，领先的分数来到了4分。哦，还有，好球。
哇，这个往上球就处理得好。他也没有想要勉强的去举球，只是轻轻的把球用双手拨过去。对，那在卓兰这边的前排的球员是不是有点晃神了？应该要上去做对位。对对对。好，这球还有，这个球也是有点急啊。他想要急着把球处理过去，但是他那个角度其实没有那么的适合这样的动作。好，文林再追回2分。其实文林还有机会哦。哇，好球哦！好球。这个球线就够长哦。卓兰国小的6号张子堂，一个关键的攻击。哇，这个在边线哇也是差一点点的。对，差一点就要带走这一局的胜利了哦。目前场上比数是24-22，苗栗县卓兰国小的局末点。好球！好，第一局比赛结束25-22，苗栗县卓兰国小在关键的4强决赛里面拔得头筹，先以1-0暂时领先。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回到这一场精彩的女子组的6年级女童组的4强决赛，由苗栗县的卓兰国小出战新北市的文林国小。第一局呢是由卓兰国小以25-22获胜。那嘉轩问一下，就是卓兰国小第一局获胜，觉得他们做到了什么？我觉得他们的失误比较少一点，然后在发球，成功率直接得分的球数也比较多。是，对。那反观文岭这边在第一波可能接球就没那么顺。对。好，看一下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呢，文林国小这边是不是能够找到对付卓兰国小的方法？好球！好球！其实卓兰的他的补位啊，他的攻击完的补位做得很好啊。对。
哇，这时候又被抓了一个连击。对，就算左软的攻击手没有打死，但他们后面的补防的卡巴系统也是做得非常好。对，那你卡巴做得好，你就可以帮你的球队制造更多的攻击的机会。对。哇，这个发球就手腕就可能有压下来一点哦，所以才会挂网。好，比数3-1，卓兰国小领先。哦，这颗也是同样的方式哦。整个在手击中球的同时，这个手脱下来了、哦。对。哇，这也是一样的。哇，双方合计已经出现了4次的发球失误了、哦。那其实如果是上一个球员发球失误的话，那下一个发球的球员就要特别注意。对。哎呦，这个球有点危险。又是连击吗？确实哦。那我们刚刚跟嘉轩有聊到了哦，连击、持球这一类的犯规呢，都是主审的主观意识，这个是没有办法挑战的哦。对。哇，好球！这个球的质量，然后又会飘，平又飘，直接掉在4-5米的地方。那在文林这边站位是不是要再稍微调整一下，看要往前一点点，或是往左一点点，一样的左边。这个球硬塞，对，想要闪哦。那通常放这种球的时候啊，除了你自己本身的判断之外，嘉轩你会怎么样去判断说什么样的球应该要放掉，什么样的球应该要接？你的标准是依据什么？站位，自己站的位置，对，位置，就说后面还有留多少的空间。对对对，因为你在防守或接球的时候，通常来说我们都要先看说我们距离线边是多长多远。那你在当下比赛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个想要放或是不能放的那种感觉在。对。好，这边是文岭的呛死球机会。哦，前面还有哦，好球！直线，好球，守得好。你是1号位吗？哇！他是想要打1号位那边的时候，但是最后那个手腕就真的是把它扣下来了。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文林国小几乎所有的球都给后排的这个郑慈恩。那嘉轩，你认为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吗？还是说可以先以前排的选手来做尝试？我觉得可以以前排的选手做尝试看，因为毕竟你也可以让慈恩稍微休息一下。对对对，有点太过集中在他身上。对。哇，你看这一颗球是收到还不错的效果。对对对。而且你过于把攻击的球配给同一个攻击手，你也会让你的对手更加去注意他。对，他的拦防的重点就是放在他。对。哇，又是发球失误，这一局已经应该有4颗了哦。有。然后在左兰国小连续的得分之后呢，新北市文林国小喊出暂停。
好，暂停回来，比数9-5，卓兰国小领先。一样是长球。好球，还有。好球。这球还有。哇，所以刚刚就像嘉轩所说的哦，卓兰国小这边的卡把动作做得非常的扎实。对，没错。哦，很少有那种拦网下来直接就一球得分的。对对对。他们的那个卡把的意识很好。对。哇，这边文林国小又持续的出现发球的失误啊。这样你又是落后的一方，你就会比较吃亏一点。对，没错。好，防守起来，组织进攻。哇，这个斜线的攻击，3号的詹佩乔。那这样下来，整个领先的分数就来到5分哦。对，就是失误，我觉得还是失误啦，失误。好，攻击出界。那我们看到文林国小现在场上的这个氛围跟气氛哦，选手彼此之间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沟通了。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是文林国小喊出了第2次的暂停。好，暂停回来，继续由卓兰国小这边来发球。还有组织第2次的进攻。哇，好球！这颗拦网的手势就做得非常好。那这个球呢，卓兰国小当然还是有准备非常好的一个卡把的准备。哦，但是只能说文林国小这个球拦网拦的那个球的那个太漂亮了，对对，很扎实的，就是这样就回去了。哇，好球！像这个球就要先跑动，对，先跑动。你多踏一步，多踏半步出去，其实对你接球的距离就会有差。对，没错。刚刚教练也是跟嘉轩所讲的一样哦，只是这个选手应该要先往后做移动的动作。对对对。其实那个差蛮多的，对。13-7，哇，又是一记 S 球。可能应该还是会发一样的位置。那嘉轩，通常你们会有一定比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像现在文林国小这样，就是说不管怎么打都不顺，然后彼此队友之间失误也很多，然后陷入到一个就是很沉默的这样一个状态。有。那想要解决的办法就是你其中可能要有你主力的选手。整个跳出来说，不管接好球或接坏球，你就是举给我。对，那我就是尽量帮你得分。那如果得分的话，轮过那一轮，我们气势就会慢慢起来。对，就是你阵中还是要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会处理球的主攻手。对对。那如果这个主攻手真的也是非常低潮，那就要靠其他的选手帮忙他一起起来。是，因为感觉这段时间，像嘉轩讲的，那个 key point 很重要，就是 key man 很重要的，所以就是
文林国小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找不到一个攻击的重心，对，然后加上发球刚刚又出现了一次失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教练，应该要去提醒他们说，其实你现在也不用再做什么发球加压，你现在做的应该是先把球发进比较重要。其实在，左揽的这一轮发球其实很重要，因为刚刚在1号球员雅文，他已经发了好几颗 S 球哦。所以他其实发出去的质量都很好，他迫使文岭这边不是接8包，不然就是接喷。对。好，左蓝国小文林国小这边准备要来做换人了，应该是分数的差距有点大了，所以开始让这个还没有上场过的选手有上场的一个机会。毕竟中华杯不是每一个国小球员都可以参加的赛事。对。好球，球真的好。哇，好球！我现在感觉左揽这边全部都打开了哦，发球也有，攻击也有。不过还是要给新北文林国小一个最大的掌声哦，因为毕竟在这么多的赛事里面能够脱颖而出，打到最后女子组的4强。已经算很不容易了。没有错，没有错。好，9比19，由文林国小这边来发球。好球，守得好。又是一个直线，哇，这个又是守得好，小心。哇，好球，小心，小心，小心。选手虽然不管落后几分，还是很拼哦。这个就是我们运动家的精神也是排球员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对，其实就有一句话是说，球不落地，永不放弃。是，这也是嘉轩的名言嘛。对，这也是要，因为我不能让球落地，不然就失分了。对。哇，好球！这一颗中洞也是看得很准。这时候文林国小后来居上哦，连续追了3分回来。好球，守得好。还有第2次的机会，一样是后排。打一个直线他只要。中央国小6号的张子堂，4号位的他就要攻击得分，21比13。前面好球，守得好，哇，要处理，哇，这边在卡巴的部分就比较没有专心哦。对，动作来说也比较急躁一点哦，只想赶快的出手，那应该是要稳稳的先把动作做好，然后把球打起来。
修正。好，拨球有防备，一样是后排。哇，这个就 lucky。哇，好球！哇，这个攻击就非常有质量了。对，张子堂哦，虽然已经打到第2局的后半段了，但是攻击的磅数还是没有减弱。对，没有错。好了，那也帮助卓兰国小取得本场比赛的赛末点。还有打，哇，好球！好球！这个打一个他起跳就很好哦。对，这个时候虽然你落后，不管落后几分哦，你还是要正常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哦。你送过多的呛死球过去，只是让对方制造攻击得分的机会而已。对，没有错。好，来看一下卓兰这波是不是就能够收下本场比赛呢？还有。还有，其实球赛还没有结束哦，都还有哦。其实我个人认为哦，现在压力最大应该是发球这个人。对，因为他不能失误，因为对方已经赛末点了。好，再追1分。卓兰国小这边的教练团还是很沉得住气哦，到目前还是没有要喊暂停的打算。处理球，还有好球！哇，这个突如其来的双手吊球，教练还是不喊暂停。希望可以还是交给选手，看能不能自己把这个胜利给收下。对。好球！哇，有点太长了。哇，又是一次失误，暂停了。好，这时候苗栗县卓兰国小眼看大事不妙哦，赶快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本来两队最大的这个比分差距是来到10分，现在稍微喘息一下，就变只剩下3分了。哇，还有好球，扑得好，直线吗？哇，界外，哇，攻击出界，这个球就有点转得太多了哦。哇，现在又来到2分差哦。看一下新北文林这边能不能上演这个惊天大逆转。哇，好球！好，最后还是在队长詹佩乔的4号位得分攻击之下呢，卓兰国小以25比22拿下第2局，同时以总局数2比0顺利挺进到在明天5月5号的女子组冠军战。那新北文林国小呢，非常的可惜哦，其实每一局都还是有机会，
那他们这一次的中华杯呢，就在4强这个地方呢，没有办法继续再往前迈进。那明天要来争夺的是第3名的佳绩。好，嘉轩，我们还是一样哦，请您来说明一下这场球赛两队的一个表现。其实，在卓然国小这边的部分，当然第一个是他们发球的优势是特别强劲，那再来就是他们在攻击完的补位动作其实很扎实，那这样一来一往，他们球队的一些气势啊都会偏向他们那边。那再来就是在文林国小这边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波接发球比较没有去把握住这样，那再来是他们攻击的思维过多，那但是在第2局后半段，小朋友也是不放弃的精神，从大概落后10分，然后追到25-22。那我觉得在那一位发球的小球员罗千玉的部分，他这个发球很稳。那我觉得在这最后一个部分不放弃的精神是要给文林国小一个鼓励的。是。那当然文林国小虽然很可惜哦，但是由这场球赛可以也让他们印证到说，其实球赛有无限的可能。你只要不放弃，都还是有追分的可能。你看，从10分差追到只剩下2分的落后，那也逼出对方很大的一个压力。但是，真的发球失误的这个高失误率来说，也会影响这场球赛的一个结果，跟最后的一个战果。好的，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透过 HeartSport 频道跟着我球评黄宏清以及主播黄宏清以及球评李嘉轩一起来观赏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此全部结束。那请大家先不要走开，因为在今天还会有最后一场的6年级男童的赛事。等一下，马上精彩的赛事马上要带给各位。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透过 HotSport 频道一同来欣赏113年全国第53届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那今天呢，这场球赛呢是6年级男童组的决赛。那获胜的一方，明天将可以晋级到争取第5名的成绩的这5到8的排名赛。那是由新竹县的新丰国小出战台北市的明湖国小。那我是主播黄宏清。那这场球赛呢，一样邀请到屏东台电男子排球队的当家自由球员李嘉轩，一同来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欣赏这场精彩的赛事。嘉轩好，洪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在稍早呢，这2支球队都是落败的情况，所以掉到了5到8名的排名赛。那但是这场球赛谁能够获胜，明天就能够争取到比较好的名次，也就是进入到5、6名的排名赛。那这2支呢，也都是，特别是明湖国小也有算是在国小排球界里面算是一个传统的名校。对，而且其实身材也算蛮高大的。对。那他们在稍早的球赛是输给了台中市的大雅国小。那在新丰国小这边，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因为早上也是跟积分排名第1的礁溪国小打到了3局才决胜负。对。所以球赛可能只是一个过程那本身自己球队的实力跟强度都还是在。对。好球！好球哦！这一颗球就直接从他的中洞突破过去哦。好，比数3比1，台北市明湖国小暂时领先。那明湖国小呢，在6年级男童的部分呢，是以全国积分的第6名进入到本届的中华杯。好，这时候新丰国小喊出第1次的暂停。这2颗还是接发球的问题。对。哇，这边接发球又被破坏。主要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在接发球的环节？对。但其实就是一直常讲接发球其实站位蛮重要的，所以他应该说第1颗、第2颗被失误之后，他就要知道这个发球员的特性是什么，你就要去改变站位了。对。那通常嘉轩以你的经验，球场上面接发球的站位是由教练来下达指令，还是说你们意识到可能对方的发球，我们的接发球已经不利于对方的发球的状态之下，自己选手就要自己做调整？其实，在成人组的话，其实我们都是会自由的调整，因为毕竟比赛的是选手们。那在小朋友阶段，可能在调整的时间点没那么快，那可能就会由教练去主导说，你这颗球前面一点或后面一点这样。对。这个球就打得很好，他没有硬要往下扣，而是把球打长，让球喷走。
哇，这颗球就有点打得太长哦。嗯。好，比数3-7。还有，哇，这有点太急哦。嗯。他其实可以再稍微再放慢一点点，再往下，再比如说你再蹲低一点点，再去敲那颗球。对，你的时间点会比较多。通常像这种球，一般来说，有些比较急躁的，可能就会想要赶快出手。对对，他就会在比如说腰部上方就可以出手，那这样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去缓冲那颗球。好，还是透过这个比较好的身材条件哦。掌握住这一颗新丰国小的攻击哦，成功的拦网得分，这一颗排面就做得很好。对，而且这个是移动过来的拦网哦，还能够并得这么密。对，跟球速度很快。哇，拖得好，好球！哇，好球。其实基本上在国小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把球接到举球员要的位置，那举出去再搭配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没有问题的。对，刚刚攻击得分的是明湖国小2号的林宇恩，也是阵中非常重要的攻击得分的重将了。好，接发起来，4号位，哇，守得好，好球！哇，扑得好，这还有，好球！双方再往前一团乱。对，哇，最后是。还是明湖国小的3号陈柏如顺利的把这个球压了回来。嘉轩应该没有机会可以体验到这种往前的压球，对不对？对，没有错。练习中可以。哦，练习可以，他练习又不算练习。可以稍微去玩一下，这样。比赛中不行啊，比赛一定不行。明星赛说不定可以啊，明星赛说不定可以。好，这时候新丰国小喊出第一局的第2次的暂停，比数是12-5，由明湖国小领先。其实这场球赛哦，才开赛没多久，但是双方打的节奏非常的快。对，那嘉轩认为，新丰国小为什么在第一局会陷入到这么大的一个落后的危机？我最主要还是接发球吧。对，因为刚前半段可能失误太过多了。对，对，只是说如果光靠一些比较零星的攻击得分，还是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去追分的。对。所以我想最主要的是要先解决他们接发球的位置情况。对。哇，好球！3号的陈柏如。
好球。哇，好球！其实接发球有到位的话，其实攻击手都好打。对。而且新丰国小这边的攻击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先仰赖一个稳定的接发球，才可以让攻击手有攻击的机会。对，没有错。哇，这一颗就比较可惜一点啊，枪死爆。但没关系，还是处理得很好哦。哇，好球！这个盘边就做得相当好哦，因为是修正球，所以两个人拦网的时候其实还蛮紧密的。是。好，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将分数追进。好球！这个拦网就有中洞出现哦。是，而且这个球呢，明湖国小的这边呢是7号的林俊恩做了一个个人的移位从3号位切到4号位这边来做一个大斜线的攻击。好像这颗球就要把它接掉了。像刚刚那个第一颗球，其实以我的建议是。直接把它接起来，就不要再等说我要判断硬赛跟奥赛，因为那已经非常在接近界内跟界外，就直接先把它接起来。在很接近的情况下，宁可接也不要放。对。好，这时候新丰国小慢慢追上来喽，只剩下4分的落后。哇，好球！那嘉轩以这个接发球来说，他的动作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很明显他是用手去跟球，但他的脚步没有动。那你只要球一快一点，比较平一点，比较有质量一点，那你的手没办法 hold 住那颗球的话，球就会喷走。是对。那如果说你的身体跟你的脚步移动到球的正面的话，那其实你可以用身体去挡球。主要的重点还是身体要先对到球对，要先移动，就是不能完全用靠手去接球。是。哇，好球！9号球没有到位，修正回来。哇，这个球两人互看啊。对。这个球对4号位的攻击手来说，刚刚应该还是有可以攻击的空间跟机会啊。对，因为球其实够高了。好，看一下这一波的进攻。好球！哇，这个拦网定点做得非常好哦。好，这时候台北市明湖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继续由新丰国小这边来执行发球，目前只追到1分的落后，14比15。哇，好球！对哦，明湖国小前几次都是因为接发球的失误或是没有到位哦，被破坏，所以让攻击手没有很好的一个攻击的机会。
好球！好，这个球，迅风国小的球员哦，也转直线转得非常漂亮。好球，这个发的球有点带旋哦。然后双方平手了。哇，好球！这段时间，新丰国小的拦网真的做得很确实。对，没有错。再加上他们的发球其实蛮有破坏性的，所以分数才会那么快的追进。好球！好球！其实有守起来很好的质量的球，让举球员去稳稳的做修正，其实攻击手都会有很大的机会去得分哦。对，刚刚攻击得分的是3号的吴家阳。又是一个呛死，对，是这个哇，这一颗应该是要由我们的10号小朋友可以帮忙接球，是因为毕竟在前排的区域哦。对对对。好球！吊球，扑得好！哇，好球！厉害啊！哇，好球，好球啊！哇，这个球能够得分，应该要算在这个曾纯义的身上哦。没有错。这个精彩的防守，而且这种都是气势球啊。对。越高难度的防守起来，然后又能够得分，哇，那个气势就不一样。对对对。好球，这个发球很有质量。啊，这个就可惜，他位置有站到了哦。好球，好球！3号的吴家阳又是一次在4号位的攻击得分，20-18，新丰国小领先。哇，这个可惜，有点太急哦。如果发球的时候，因为有发球有8秒钟的时间，所以可以再稍微慢一点点，多拍1-2下球，说不定结果会不太一样。对，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啊。对对对。小心。那嘉轩，这个球为什么又出现抢球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想要把球处理的过去啊，因为大家可能求胜心比较高一点。那其实应该由后排正面的人去处理这个球，那你前排就直接往前，直接去做准备要拦网的动作，因为你下一波你还是要拦网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喊声。对对对。这个就很像我那个棒球比赛里面，球打到外野，那2个很接近的时候，一定都要先喊声，看谁要来接。对，没有错。好，21-21平手。后半段的发球，10号的谢松卫。好球，还有好球，好球，这个球守得好，举得也好。
好，暂停回来，新竹县的新丰国小仍然保有1分的领先优势。暂停后的发球可能要再慢一点。对。好球！哇，手的排面做得很好哦，而且跟的速度又很快。其实明湖国小的球员，他们的身材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他们现在扣球的习惯都习惯把球往下扣，对，所以打点也变低了。对，所以其实可以再往拉高打点打长线一点，或许是比较好突破的方式。这一颗球他就比较往长线打，所以他球才会喷哦。好，22比23，明湖国小落后1分。在这个位置接球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好，挤压到了哦，来明湖国小的机会。哇，好球，守得好，机会球。哇，这个 A4 快攻，这2号的队长林宇恩，关键的 A4 快攻的攻击，出手特别快啊。哇，那接下来这分就很关键，谁先拿下这1分，就可以率先拿到第1局的局末点。好球。哇。还是有着高打点的优势哦，2号的林宇恩，所以台北市明湖国小率先来到第1局的局末点。好球，突破了哦，其实还有机会哦。修正，哇，这一颗球其实点还不错，但是可能就是想要把它用力的打进去哦。好，这个时候反倒是新丰国小来到局末点。哇，这颗有点惊险。对，这个如果在企业联赛，应该教练不用犹豫就直接挑战，马上挑战，马上挑战。好，林宇恩的关键的拦网。明湖这边在前排还是有身材优势，对，所以在拦网方面其实还做得很扎实。好，来看一下这一波的攻防。哇，还有吗？哇，非常可惜哦，最后是一个再见的 S 球。第1局先由台北市明湖国小以27比25获胜。
好，第二局的比赛即将开始。那第一局呢是在惊涛骇浪之中呢，台北市民湖国小顶住压力哦，以27-25率先拿下第一局。那新丰国小比较可惜一点哦，其实在比赛的后半段他们是领先的哦，那可能就是一些关键的接发球还有攻击上面的一个失误。哇，那其实这一局就是新丰国小这边在看接发球可不可以再微调一点，对，使他们的失误率再降低一点，那说不定他们就很有机会再扳回一局哦。可是明湖国小虽然身材条件比较好，然后攻击火力也比较好，是，但是其实从动作可以上面看得出来说，这一群高大的球员哦，在处理球还有整个协调性上面还是有待加强的。对，没有错，可能在敏捷上或协调性上。还可以再更灵活一点点，对。那反观在新丰国小这边，他们的球员的每一个处理球啊，或者说一些敏捷性都比明湖国小好一点点。对。但像这种球就比较没有办法，因为在新丰国小这边在身材就比较吃亏一点点哦。但是明湖国小的林宇恩哦，还是可以稍微有时候改变一下这个攻击的打法哦，因为感觉起来他都很刻意的想要很大力的把球处理进。对。哇，这个球直线打得漂亮哦。像这个是20号的陈宏伟选手，他就是一个轻扣直线的球，然后就这样顺势的得分。对，这种打法也很好。是，就是不大力，然后但是我放点。对。比数2-4，领先的是新竹县新丰国小。这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将可以晋级到明天的5、6名的排名赛。哇，这一颗可能击球点就变太低了，因为其实那举球员把他修正球不够长，让他踩进去的时候，可能他的击球点就变得比较低。那他又想要把它扣下来，所以就会造成挂网的现象。这一颗好像也是一样哦。处理球应该要再更谨慎一点。对，这个失误率太高了哦。好，这个时候是新竹县的新丰国小喊出暂停。好，暂停回来，双方4-4平手。哇，好球哦！这个也是往直线打一个 touch out。3号的吴家阳。好，这个时候是新丰国小的触网，又送给了明湖国小1分。轮到明湖的2号队长林宇恩发球。哇，好球！过往击坠的强劲的 S 球。嘉轩，像你在接发球的过程当中啊，你自己的习惯，你比较不喜欢接漂浮球，还是比较不喜欢接那种旋球？其实要看发球员的特性的。像其实我觉得比较难接的漂浮球就属于刘宏杰，是他可以发飘的，也可以发那种半旋半飘的。那其实这种球你的站位就很难站。对，那你说跳发，我觉得强力破坏跳发，像怀仁这种的。对。
球是明湖的机会。哇，好球啊！这就是属于明湖的优势哦。攻击得分的是5号蔡志轩。要处理。哇，好球！球又高起来，攻击手就很敢打哦。好，这时候新丰国小很快的又喊出了第2次的暂停。好，暂停回来，场上比数9比5，继续由明湖国小的队长林宇恩发球。好球！不敢打，就把机会让给了明湖国小。哇！所以有时候你浪费了一次攻击的机会，你只是用高手把球拖过去，那对手就有很好的这个准备攻击的这个时间。对，没有错。就不管，即便说你是送呛死球，是不是还是要有一些比较有威胁性的送法？对。比如说你可以选择送在他的比较短的球，或者说你把它送长一点，让他稍微去跑动一下，让他的脚步稍微错乱一下，这样也可以。那有些人也会选择第一颗球就往举球员那个地方送。对，没有错，没有错。这个球明湖国小这边发生了失误，6比10，新丰国小20号的陈宏卫来发球。现在就看新丰国小这边的发球能不能破坏到明湖国小这边。摇球。好，新丰的机会哦。球到位，好球！而且新丰国小的举球员也很聪明哦，因为他们知道说明湖国小这边的拦网者呢有身高的条件，但是在移动上面的敏捷跟机动性没有那么强，所以他这一次呢接到球之后是调长距离的过来，对，让明湖国小这边的拦网呢要做长距离的移动，对。其实两边的打法都各有各的特色比如说新丰这边就是靠发球，然后靠防守去破坏对方。那明湖这边就是靠拦网，跟如果没有接到他修正球，高度去破坏对方。哇，又是攻击失误。但这一颗攻击手就有点转太多了。其实因为你身材那么高大的话，其实你把球角度不要打那么大，球打长，其实新丰这边其实会很难摸到他的球路线的球，这样。是新丰国小连续的追分哦，所以这时候台北市明湖国小喊出暂停。好球！哇，对，就像这样子，其实他不用特意的去闪那么大，他其实把手拉高点拉好，其实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其实他们都有1球1分的这个能力啊，只是说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动作变掉，然后自己打成失误。对，没错。
好，这一阵子的失误又来到了新丰国小这边，12-9，明湖国小领先3分。还有，这个球裁判是给了 no in 哦。对。好球，处理得很好。还有，哇，救得漂亮！看一下这一球能不能够送过网，有。好球，一样是给长球吗？这个球不够高，哇，那就是稍微的碰一下而已。对，但是明湖国小这边自己也没有处理好。这个球接的有点急，那举球员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过。哇，好球，补得好。哇，像这一颗球就没有完全的跟到，看到球，跟到球，太早转身了哦。好，现在轮到明湖国小1号的李俊轩来发球，守得好，哇，好球。哇，其实，在这一波里面，两边都有很好的防守哦。对，不过还是回归到现实面哦。你看这个身高的差异哦，往前3号的这个陈柏儒就是有身材上面的优势。15-11，明湖领先。哇，这一颗可能要再拿高一点，把球推长一点，推高一点哦。因为毕竟他的身材条件并不是这么的高哦，所以你更要用以抛物线的这个方式哦，把球送过网。对。这个球是明湖国小的触网哦，从画面看上去非常明显。哦，像这一颗就是有点想要太用力的扣那一颗球。那其实因为他已经比如说是已经修正球后排了，对。那其实你可以力道再稍微拿捏一下，转个手腕也可以。好球，靠网球。哇，像这个，像轻轻的往直线稍微扣一下，球就喷出去了。而且他在比较低点的地方哦，往斜上方打，然后又往外侧来扫，反而扫成一个 touch out。其实我觉得这两队就是蛮特别的，两边的打法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新丰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发球失误哦，毕竟现在是落后的一方。哇，这一颗
其实新丰国小还是一直有在尝试要做发球的加压、对，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如果你发球太软弱无力的话，其实以明湖的攻击火力接起来，应该都是1球1分。对，没有错。好，新丰继续紧咬比数，16-18。好球，举高，哇，好球！明虎这边还是要注意他们的接发球啊，因为新丰一定会用加压的方式去对付他们啊。哇，好球！那有接发球到位的情况下，攻击手就要把握住每一次能够得分的机会。对。好，这球还有，好球，修正得好。这个球就是因为没有做太多这个长距离的转移哦，还是集中在同一个点，所以明虎本来就已经有3个拦网等在那边了。对，然后身材又很高大。是。啊，这一颗就稍微有点掉到，但是就是最后攻击手处理没有处理的好。对。21-17，台北市明湖国小领先。哦，这一颗球也是把球直接往下打。对。可能击球点的方面，在脚步上可能要在找到球的下方，对，或是可以尝试 touch out 的打法。好，23-17，很快就来到比赛的后半段了哦，只要在2分就可以收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感觉明湖国小的这个庄祥华教练比选手还要紧张。对。哦，好球！其实被明湖稳稳的第一颗接发球接起来，真的是很难对付他们的攻击手啊。是。好的，那现在也来到本场比赛的赛末点。哇，还是明湖的优势啊！对，不过这个球是拦网吞了进去。好球！这一颗他接到就打得很好哦。好，新丰国小还在，目前4分的落后，4分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对。哇，还有，哇，哨声还没吹，不能停啊！哇，好球！还有，哇，好球！哇，不过像刚嘉轩说的哦，球裁判还没有吹哨的时候，绝对不要自己当裁判。对，没有错。好，这个时候分数继续被追进的时候，台北市明湖国小也喊出了最后一次的暂停。
好球。好，最后还是靠着强劲的攻击拿下了最后一分，25-21。恭喜台北市明湖国小以总局数2-0拿下比赛的胜利。那同时这场比赛结束，明湖国小呢也顺利晋级到了明天的5、6名的排名赛。好，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同时呢，我们今天所为大家来推出113年第53届的中华杯国小师生排球赛呢，在今天的所有的赛程的转播也全部都结束了哦。那我还是跟我的今天的好搭档哦，我们一起播了7场球。我还是先问一下嘉轩哦，球赛以外的事情，第一次当球评感觉怎么样？其实蛮紧张的，因为其实要讲什么东西，要去拿捏什么东西比较困难一点，而且要怎么抓那个节奏，其实我觉得比较困难。是有比打球还困难吗？我觉得有OK， 好，那我们今天这场球赛还是要来请这个球评嘉轩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明湖国小最后能够顶住防守这么黏的新丰国小的一个抵抗，最后拿下胜利。我觉得还是依靠他们的拦网跟往前的攻击的优势，因为其实两队的打法都完全不一样。是，那最后还是在于最后那几颗的一些拦网跟攻击。对，那其实新丰国小这边也表现得很棒，他们靠他们比较强劲的发球，加上他们一些攻击手段的变化，也是对造成那个明湖国小的一些很大的麻烦。是，不过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哦，新竹县的新丰国小真的是值得可敬的一个对手哦，因为他们面对到这么高大的这个球员之下，毫不畏惧，而且守起一颗一颗更很强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哦，然后也彼此队友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互相鼓励、互相这样子打气的过程当中，我想这个也是国小排球里面最难能可贵的一个部分哦，那也是他们未来成长的一个养分。那今天播了7场球，针对国小的赛事，因为嘉轩可能脱离国小的赛事也有点久了所以你会觉得国小的赛事跟成人的赛事，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还是他们的稳定性吧。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小朋友的心态。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在领先很多的时候，那他会容易的松懈，然后没有专注，所以在旁边的教练就要一直叮咛，一直叮咛。那你就会发现，教练其实比完赛下来用扫虾。是，对。对，这个热血的程度还是在哦。好的，那我们今天7场的精彩的赛事在此全部结束，也感谢辛苦的我们的转播团队。那不要忘了，这边也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预告，明天从早上9点起，一样大家可以透过 HeartSport 频道来欣赏中华杯最后一天的赛事，而且明天的赛事也是几乎就是所有的名次的一个决定赛了哦。那期待明天与大家相见。再次感谢辛苦的转播团队，也感谢所有的工作同仁，更要感谢我身旁的球评李嘉轩，谢谢。谢谢。我是主播黄宏清，我们明天在 HeartSport 频道与各位再相见，拜拜。拜拜。